人类自古以来对月球的好奇与向往，甚至超过了对地球本身的关注。从嫦娥奔月的传说到西方月亮之人的神话，月球始终是神秘的代名词。进入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让登月成为可能。阿波罗计划在上一世纪60年代蓬勃展开，经历无数技术难关后，终于在1969年把人类送上月球表面，迈出了人类的一大步。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阿波罗登月的热潮仅仅持续了几年就戛然而止。最后一次载人登月是1972年的阿波罗17号，此后人类整整50年都没有再踏足月球。为什么当初轰轰烈烈的登月计划突然中断？官方说法是经费昂贵、政治目标已经达成，以及转向太空梭等新项目。然而许多人不禁质疑，难道仅仅因为预算，人类就放弃了继续探索整个月球的机会吗？还是月球上发生了什么不为人知的异常事件，令宇航员心生忌惮，令 NASA 选择知难而退？有种阴谋论的说法甚嚣尘上，也许当年阿波罗的宇航员在月球上看到了某些不该看的东西，因此被警告不要再去。这听起来惊悚离奇，但随着我们深入了解阿波罗任务期间的一些不寻常细节，这个问题将变得更加耐人寻味。回顾阿波罗登月的过程，官方记录中一切顺利，但在幕后与事后的回忆里透出诸多让人细思极恐的细节。神秘的无线电静默，阿波罗11号登月当时，全世界透过直播见证尼尔·阿姆斯特朗踏上月面。然而据传，在登月关键时刻，画面和通讯中断了2分钟。官方解释是摄影机过热干扰，但有传闻称，这段时间阿姆斯特朗透过秘密频道向地面控制中心惊呼，他们就在这里，整排巨大的飞行器正盯着我们。这个传闻多年来被热议，他们是谁？是在月面等候人类的外星人吗？虽然 NASA 从未证实此事，但一位意大利记者晚年声称采访过阿姆斯特朗，引用他当时的描述，在接近月球表面的最后阶段，我看到一群神秘物体，它们巨大无比，看起来就像太空船，而且糟糕的是，它们一直盯着我们。尽管这一说法无法考证，但就连部分任务相关的人员后来也透露，阿波罗的宇航员确实目击了某些异常现象。NASA 高层对此心知肚明，却三缄其口。月球震动如钟，阿波罗12号任务完成后，登月模组的上升段被刻意坠落在月面，以测试地震仪数据。结果让科学家大吃一惊，整个月球像剧中般持续嗡嗡震响了将近1个小时。正常情况下，撞击后的震动应该很快衰减，但月球内部却仿佛中空，回音悠扬不止。科研人员当时就形容，就像用力敲击一口巨大的钟，震动迟迟不停。这现象至今没有完全合理的解释。一些科学家推测，月球内部可能存在巨大的空洞或高度抑制的结构，才能让震波回荡如此之久。甚至有诺贝尔奖级的科学家如哈罗德·尤里提出，月球的平均密度比地球小很多，或许内部有大片区域是空的。因为月球岩石的密度并不低，但整体引力却只有地球的1/6，仿佛缺失了不少质量。这些发现催生了大胆的月球空心，说有人认为月球内部中空，甚至可能是一座人造建筑。照片中的不明结构，在阿波罗计划期间以及更早的绕月探测中， NASA 拍摄了数以万计的月面照片。业余研究者后来仔细检视其中一些图像，声称发现了疑似人工结构的线索。最著名的莫过于早在阿波罗之前，美国的月球轨道探测器拍摄到的一张照片，月面上矗立着几个金字塔形的奇怪凸起，它们排列方式酷似埃及吉萨高原的3座金字塔，彼此之间具有明显的几何对称。自然界的陨石坑多为圆形或不规则形状，如此对称的三角锥体绝非普通地质现象能解释。1、2座也许是巧合，但这几座月球金字塔呈现出特有的排列，仿佛刻意建造。此外，在其中一张照片上，在金字塔附近的月壤中隐约躺着一个狭长的黑色物体，形状非常匀称，有如科幻电影里坠毁的太空飞船残骸。这个物体看似半埋在月坑边缘，其长度估计超过3公里，高度约500公尺，表面漆黑而反光，如同覆盖特殊金属。面对这张照片，连保守的科学家都无法淡定，如果那真是一艘飞船，
它的尺度比我们地球上最大的航空母舰还要庞大100倍。疑团重重的月岩，阿波罗任务带回了数百公斤的月球岩石样本。科学家分析后发现，月岩在化学组成上与地球岩石既有相似，也有差异。其中，月岩的年龄测定令人困惑，有些岩石竟然古老到45亿年，几乎和月球本身的年龄相当，甚至比地球上找到的最古老岩石还要老许多。更奇怪的是，月岩中包含一些罕见金属元素，例如钛含量异常之高，以及微量的铀236和钚237，这些都不是自然衰变所能轻易产生的常见同位素，反倒像是核反应产物。当然，这些发现都有可能是自然形成的巧合，但在喜爱阴谋论的人看来，仿佛暗示月球曾经经历过我们未知的人工改造或核爆事件。以上种种怪异现象使得阿波罗登月任务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宇航员们回国后大多对月球经历三缄其口，只有极少数在多年后透出口风。阿波罗11号的第2位登月者巴兹·奥尔德林就曾公开谈到，他们在前往月球途中看见了一个不明飞行物跟随。当时小组商量后决定不向地面报告细节，仅婉转询问了地面火箭最后一节的位置，来排除是不是太空垃圾。奥尔德林坦言，宇航员们担心直接报告 UFO 会引发任务终止或舆论疯传，所以选择保持沉默。这段往事证实，阿波罗宇航员并非一无所见，而是有所顾忌。难怪多年以来，月球上可能有异常存在的推测从未平息。既然阿波罗计划中出现这么多谜团，那 NASA 终止载人登月是否另有隐情，就更加引人深思。上述提到的那张照片中，巨型飞船残骸般的不明物体，正是整个月球谜团中最石破天惊的一项发现。如果它真的属于人造飞行器，那么谁建造了它？又是何时坠落在月球上的？研究人员通过分析月表尘埃覆盖和陨石撞击痕迹，推算那不明物体的年代可能高达15亿年。15亿年前，人类甚至灵长类祖先都尚未在地球上出现。当时地球上最高等的生命或许还只是些单细胞生物。如此久远年代的人造物根本不可能出自地球文明，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外星文明。想象一下，15亿年前可能有某个外星种族的太空船来到太阳系，在月球上设置了基地或留下了遗物。月球由于没有大气和板块活动，任何东西遗留在那里都能保存极长时间。那艘长达3公里的飞船残骸很可能就是某个高度文明的造物。如果真是如此，那它静静躺在月球荒原上，见证了地球从原始生命一路演化到人类文明的整个过程。我们以为自己是宇宙的主角，却不知在我们出现前10多亿年，就有智者造访过我们的门前。如果这一切为真，无疑是对人类自我认知的颠覆性。冲击人类的秘密也许正是，我们从来不是孤单的，也不是第一批智慧生命。更奇妙的是，有阴谋论者指出，月球本身会不会就是外星人在15亿年前为监测地球而打造的太空基地？事实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2位苏联科学家就大胆提出月球是外星人创造的这一假说。他们在报刊上写道，月亮可能是外星人的产物，15亿年来一直作为他们的宇航站。月球是空心的，在其表层之下存在一个极为先进的文明世界。这听起来近乎狂想，但前文提到的月震实验、月球密度异常等证据，恰恰让月球空心与外星基地说变得热门起来。一些支持者认为，月球绕地球一面永远朝向地球，一面永远背对我们。这种潮汐锁定或许并非巧合，而是外星人精心为隐藏基地而设计的轨道。月球背面永远藏在地球视线之外，正好用来布置他们的设施。不仅如此，月球的大小和距离恰到好处地遮住太阳，形成日全食，从概率上说颇为巧合，难免让人产生被刻意放置的联想。虽然主流科学并不承认这些极端假说，但月球上存在远古遗迹的种种传闻却不断有新料爆出。例如，有消息称中国的月球探测器在月背拍摄到疑似人工建筑的痕迹。民间还流传所谓 NASA 泄露出的照片，显示月背有排列成几何形状的发光体，仿佛城市灯光。甚至连享誉全球的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
都卷入一桩谣传。网上有传言称，霍金警告人类不要重返月球，因为月背有外星人基地。虽然事后证明这则新闻纯属捏造，但它之所以引起轩然大波，正说明公众早已对月球上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深信不疑，充满焦虑。如果月球上真的有外星飞船残骸和基地，那么阿波罗计划突然终止就有了另一种解读，并非简单的放弃，而是转入地下秘密进行。事实上，阿波罗计划原本规划了18、19、20号任务，但表面上这3次任务被取消。然而有一种广为流传的阴谋论称，阿波罗18号和19号其实在暗中执行，用于侦察月球背面的神秘目标，而阿波罗20号则是一次联合苏美的绝密任务，专门去接近并研究那艘巨型飞船残骸。据传1975年，美国与苏联进行了表面的阿波罗联盟号对接合作，象征太空竞赛化，干戈为玉帛。但暗地里，真正的协作是派出由美苏宇航员组成的小队，驾驶土星5号火箭从美国范登堡基地秘密发射，直奔月球远端的德尔波特陨石坑附近，在那里降落接触那个未知物体。也有人说，阿波罗20号发现了月球女尸，一具保存完好的女性外星人遗体，拥有奇特的第3只眼睛和不明装置，被宇航员昵称为蒙娜丽莎。尽管听起来匪夷所思，甚至有伪造的影片在网上流传，但值得注意的是， Apollo 计划的多位退役人员和相关人士在不同场合语带玄机，让这传说更增添几分真实感。例如，美国 NASA 前员工唐纳黑尔曾爆料说，他亲眼见到机密照片被上级命令进行修饰，将月面上一些不该出现的东西给修掉。他透露， NASA 内部有部门专职处理含 UFO 或外星遗迹的照片，不让公众看到。还有前苏联的消息来源声称，冷战期间，美苏其实在月球问题上保持某种情报共享，因为大家都发现了第3方痕迹。既然月球上可能有比我们更强大的存在，人类内斗就先放一边了。种种说法交织，仿佛拼凑出一幅惊心动魄的画面。15亿年前的外星飞船残骸被重新发现，各国暗中竞逐它的科技秘密，而普通民众被蒙在鼓里。当然，这一切仍然缺乏铁证。NASA 对阿波罗18到20号的说法始终是未曾执行。那些网传的外星人尸体影像和飞船内部影片，多数被揭露有造假疑点。尽管如此，人们宁愿相信无风不起浪。假如没有点真实内幕，这么庞大的阴谋理论不可能平白无故传了数十年而不衰。尤其耐人寻味的是，美国官方至今对某些月球照片的原始底片严加保密，部分档案至今仍处于封存状态。有时候，沉默本身就是一种默许。这场月球 X 档案留给世人无数问号。难道真有外星文明早在远古时代就登陆过月球？那艘神秘飞船的来历究竟属于哪个星系种族？它是在逃避什么灾难时弃置于此，还是执行某种任务途中发生意外？甚至有没有可能15亿年前地球还是荒芜之地时，外星人就已经将人类的种子或生命信息留在了这里，耐心观察我们演化至今？无论过去有多少疑云，人类重返月球的大幕如今已再次拉开。 Artemis 计划是美国新一代的载人登月方案，其名称取自月亮女神，意味着延续当年阿波罗未竟之夜。 Artemis 计划不仅要将宇航员重新送上月球，还宣称要在月球南极建立长期基地，并为将来的人类登上火星做准备。如果说阿波罗时代是匆匆赴月插旗留念，那 Artemis 时代就是要驻扎月球，开发月球。令人疑惑的是，当年美国匆忙放弃的事情，现在为何又大张旗鼓的重启？仅仅因为科技进步，财力充裕，就突然对月球产生了新热情吗？有观点认为， Artemis 计划的背后动机并不单纯。首先，月球南极据探测发现，蕴藏丰富的水冰，可转化为人类生存所需的水与呼吸氧，甚至电解制成火箭燃料氢氧，等于提供了在月球常驻和深空航行的资源补给。因此，谁先控制了月球水冰，谁就拥有太空探索的战略优势。美国重返月球有很大部分原因是在资源和军事上不甘落后于他国，但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另一层原因？去南极建基地
其实是为了靠近并调查某个月球秘密。因为据传那艘巨型 UFO 残骸恰恰位于月球背面接近极区的一带。当年阿波罗17号登月点在赤道附近，而 Artemis 计划直接选择过往未涉足的极地，难道是掌握了什么新线索，非得去南极一探究竟？其次，我们不能忽视另一个背景，新一轮太空竞赛，美国并非独自探索月球，中国、俄罗斯、欧洲，甚至印度等国都在规划各自的登月任务。尤其中国的探月工程嫦娥计划进展迅速，已多次在月球正面和背面着陆，无人探测器还带回了月壤样本，并宣布与俄罗斯合作筹建月球科研站。当年的冷战太空竞赛现在变成多强角逐的新态势，各国为何如此执着于月球？表面上是科技实力和资源的竞技，但也有人怀疑，是不是大家都察觉到了月球上某种重大价值或潜在威胁，所以才抢着去占位？如果月球真有外星遗迹或飞船科技，一旦被某一国先获取并破解，那将是颠覆性的优势，足以改变地缘政治格局。因此，重返月球也许不单是人类探索精神的体现，更是一场暗流涌动的军备科技竞赛。有评论甚至戏称，这不像是在探月，更像各国在月球上攻执棋布阵，为未来可能的大事件做准备。谈到重返月球，就不得不提民营太空力量的崛起。伊隆·马斯克和他的 SpaceX 公司如今成为 NASA 的重要合作伙伴。SpaceX 开发的 Starship 星舰超级火箭被选中作为 Artemis 计划的月面登陆载具。星舰号体型庞大，运力空前，可以一次运送大量物资和人员。这意味着人类在月球建立基地，甚至将某些东西从月球运回地球，都将变得前所未有的高效便捷。马斯克醉心于星际移民是众所周知的，他反复强调要将人类变成多星球物种，以防止单一星球文明最终灭亡。他预计在人类有生之年建立火星城市，把文明的火种带往其他世界。这一切在过去听来幻想色彩浓厚，但马斯克以惊人的执行力一步步将之变为现实。值得深思的是，马斯克为何如此迫切地推进这些计划？他曾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人类成为多星球物种，因为我们不知道那扇机会之窗能开多久，仿佛在暗示人类文明可能随时面临某种无法预料的危机或窗口期。如果结合我们前面的推论，例如月球上存在高等文明遗迹这件事，马斯克的行动或许不仅仅是为梦想，还可能出于某种紧迫的现实考量。也许他知道或感觉到地球文明需要尽快取得太空立足点，才能应对未来的变局。SpaceX 的星链计划一开始看似为了提供全球网络，但上万颗卫星布满天空的另一层作用，会不会也是打造一个全球性的太空监测网，时刻警戒着来自深空的不速之客？甚至有阴谋论揣测，马斯克掌握了一些关于外星智慧的间接证据，这激发了他对太空的异常热忱和投入。当然，马斯克本人多次公开表示，他尚未见过任何外星人或 UFO 证据，还开玩笑说如果有，他早发推特炫耀了。这番话听起来像是在澄清，但也可能只是烟雾弹，毕竟真有机密在身，也不可能随便透露。不管怎样， SpaceX 的存在大大加速了人类重返月球和深空的步伐。现在连日本富豪都订下绕月之旅的船票，一批平民正准备乘坐星舰环游月球，民间力量涉足越深，未来月球上的任何惊喜恐怕都更难隐藏。想象一下，如果某个游客在月球表面偶然拍到不可思议的东西传回地球，那将如何改写历史？也许各国政府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才更急于自己主导月球计划，在惊天发现曝光前抢先掌控话语权。随着 Artemis 箭在弦上，各路势力逐月奔赴，一种预感在阴谋论圈子里迅速蔓延，一场攸关全人类的大事件似乎正在酝酿。所谓大事件，或许就是人类和外星智慧第一次正式接触，或者人类揭开月球远古秘密的真相瞬间。回想历史，每当人类文明即将迈入新纪元前，往往伴随着某种大揭示或者大灾难。现在我们站在资讯爆炸和太空探索的交汇点，不禁要问，月球上沉睡亿万年的秘密，会不会正是引爆下一次文明跃升的导火索？一种可能的大事件是，
真相披露，各国政府最终向公众公开证实外星智慧存在的事实。这件事一旦发生，将是划时代的，等同于宣告人类不是宇宙孤儿。我们或许很快会知道，原来在我们头顶的月亮上早有外星人的足迹和遗产。我们从仰望者变成追随者，甚至有机会成为对话者。这将彻底改变人类社会的哲学、宗教和科学观。一切从前的争论都将有了然的答案。同时，人类也必须以极快的速度调整心态，迎接真正的宇宙纪元。另一种大事件偏向于危机。假如那些沉睡在月球上的装置或飞船突然被启动，会带来什么？也许那是一件武器，一座信标，甚至某种防御系统。一旦人类试图干涉，有没有可能触发不可预知的反应？有一部科幻电影《2001太空漫游》就设定，月球埋藏着外星单位留给人类的监测器。当人类发展到可以登月并挖掘出它时，它会向遥远星空发出信号，通知主人，地球人出笼了。届时我们将面临什么？是友善的欢迎，还是严酷的审判？没有人知道。或许正因如此，阴谋论者们才一再警告，千万不要去月球，仿佛月球是一个潘朵拉魔盒，一旦开启，人类恐将无法收拾后果。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大事件可能是地球自身的变故，逼迫人类登月避险。比如，某些顶尖科学家是否发现了即将到来的全球性灾变，为了确保文明延续，各国才急于在月球建立前哨基地，作为地球紧急状况下的避难所和重建基地。如果是这样，那大众目前被隐瞒了真相，而太空精英们正争分夺秒为种族续存铺路。当然，以上这些推测听起来都带着几分末日气息与科幻色彩。我们不得不强调，现在为止还没有铁证证明外星人在月球上有基地或飞船残骸，也没有官方信息承认存在所谓警告或阴谋。然而，当越来越多看似无关的线索凑在一起，阿波罗巨停、月震异常、疑似建筑、巨型残骸、各国抢月、马斯克奔月，一幅图景似乎浮现了轮廓，就像一出悬疑剧的线索散落各处，最后真相大白前的片刻，我们已隐约猜到结局不平凡。千万一定不要去月球。这标题听起来像戏谑的警告，也像好奇的诱惑。去或者不去，月球那里的秘密都悄然存在了亿万年。对现代人而言，不去是永远不知真相，去了也许会有风险。然而，基于人类的探索本性与利益驱动，我们终究还是选择了再登月。或许正因如此，在未来的数年内，我们将亲眼见证许多过去只能出现在网络传闻和科幻小说里的场景。月球基地拔地而起，宇航员踏上未曾涉足的月背，高清摄影机对准那神秘的黑暗平原。如果照片中真的出现外星遗迹或者飞船的轮廓，人类又将何去何从？可以预见，一旦那些15亿年前的秘密公诸于世，我们对自己的定位将发生巨大的转变。我们或许会意识到，人类并非孤岛，而是在广袤宇宙文明海洋中的一朵浪花。我们曾经以为登上月球是征服太空的起点，没想到可能同时打开了认知宇宙的终极之门。站在这扇门前，令人既兴奋又惧怕。门后的真相会让我们进化，还是让我们崩溃？会给我们带来希望，还是带来威胁？这就好比数万年前我们的祖先第一次走出非洲，看见了全新的天地与未知的生物，那是危机四伏的挑战，也是拓展生存的契机。在不远的将来， Artemis 宇航员的头盔倒影中，也许会出现令全人类屏息的景象。等那一刻到来时，月球不再只是夜空中皎洁的圆盘，而将成为改写历史的舞台。正如每个传说中都隐藏着真实，每个警告背后也往往孕育着契机。不要去月球的告诫，也许只是提醒我们，当你凝视月亮时，月亮也在回望你。做好心理准备吧，人类数千年仰望的神秘玉盘即将诉说它尘封亿万年的故事，而我们将是这故事的见证者与续写者。月球的秘密一旦揭晓，人类的未来将展开全新的篇章。中国的登月探测器最近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现，无意间触及到了月球的最大秘密。一直以来，人们只看到月亮温柔的一面，
而永远背对着地球的另一面则笼罩在未知的阴影中。为什么月球永远只有一面朝向我们？是单纯因为潮汐锁定的巧合，还是像都市传说所说的那样，月球背面隐藏着某种不为人知的基地？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个话题，带大家穿越古今，综合各种线索，一起挖掘月球背后可能潜藏的惊人真相。自古以来，月亮就陪伴着人类，也引发无数遐想和疑问。我们都知道，月球总是一面朝着地球，另一面永远背对我们，仿佛有意不让我们窥视。科学上称之为潮汐锁定。月亮自转一圈的时间恰好等于绕地球公转一圈的时间，因此永远以同一面向着地球。这种精巧的安排使我们在地球上永远无法直接看到月球背面。有趣的是，月球与太阳在天空中的视角大小竟然几乎相等。月亮虽然直径只有太阳的1/4左右，却也恰好距离地球约1/4个太阳。地球距离，于是我们得以看到壮丽的日全食奇观。如此巧合的比例，让一些人不禁怀疑，这会不会是一种经过精心设计的安排呢？难道月亮并非天然形成，而是被某种智慧生物放置在地球旁，成为监视我们的太空基地？这听起来天马行空，但月亮身上确实有许多难以解释的谜团。人类对月球背面的好奇由来已久，古代没有太空船，但聪明的先人们凭借观测和想象，竟也留下了一些惊人的记录。相传在唐朝，有一本奇书《酉阳杂俎》，其中记载了一段离奇的月宫遇仙故事。有2位唐朝人夜行迷路于嵩山，遇到一名白衣男子。白衣人自称是月球的维修工，他揭示了月亮的奥秘。月亮是一个由7种宝物构成的球体，表面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因此每当太阳照射时，就产生明暗相间的斑驳月影。更惊人的是，白衣人说，月球上有8万多名工作者在那里维护月面的完整，他们的工作是修补月表的坑洞裂隙，以确保月亮圆满光滑。他甚至描述月球上白天酷热，夜晚奇寒，他们需要特殊工具和装备才能工作。听起来是不是很像现代太空人的防护服？白衣人话毕，还好心送给迷路的唐朝人2个饱腹的粮食团，随即飘然离去。这段故事听起来宛如神话，但它详细记述在1000多年前的古籍中。想想看，在没有望远镜的年代，古人怎会知道月表凸凹不平，又怎会有8万工人修月的奇想？有人说这只是小说家的奇思妙想，但也有人怀疑，难道唐朝人真遇到了月球来客，甚至得知了月球是人造飞船的秘密？毕竟这白衣人所透露的信息与现代科学认识惊人的吻合。无独有偶，中国正史中也记载了一件令人瞠目结舌的月亮异象。金史天文志记录，金太宗天会11年5月乙丑，也就是公元1133年6月15日，月乎失行而南，请之复故。意思是说，那天夜里，天上的月亮突然偏离了原来的轨道，向南方移动了一段距离，片刻之后又自行纠偏，回到了原先的位置。这可不是什么野史异闻，而是堂堂载入正史的观测记录。要知道，古代皇帝设有专门的司天监，每夜由天文官精准观测星象月运，记录下任何异常情况并上报存档，可信度非常高。也就是说，在将近900年前，真的有中国官方天文观测到月亮脱轨的现象。月球怎么可能偏离轨道？这完全违背牛顿力学常识。若非记录者集体痴狂，那就只能说明月亮的运行某种情况下是可被改变的。更诡异的是，它偏离后居然自己纠正回来，如同有位隐形的驾驶员发现走偏，赶紧把月亮开回正轨。这条记载让后人浮想联翩，难道月球上真有某种智慧生命在驾驶操控着它的运行？听起来匪夷所思，但古人白纸黑字地记下了这天文异象。我们暂且把这些传说与记录留在心中，先来看看近代科学对月球背面的认知，然后再将两者串联起来，也许会有惊人的发现。数百年来，随着望远镜的发明，天文学家们不断观测月球，陆续报告了一些怪异现象。17世纪著名天文学家卡西尼曾声称在月面上看到一团移动的云雾，
18世纪现代天文学之父威廉·赫歇尔多次观察到月面出现类似火山爆发的亮光。要知道，月球在30亿年来理应无任何火山活动，那些亮光到底是什么？19世纪的德国天文学家约翰·施罗特惊讶地发现，月球上一个名为利尼的小火山口逐渐缩小，早年观测约有10公里宽，而到后来竟缩成了一个小白点，周围布满新出现的白色沉积物，仿佛有人在填平坑洞。此外，几百年来各国天文记录中，月面短暂发光、移动的神秘物体层出不穷。1787年，有人报告亚里士多德环形山附近有不明阴影滑行。1945年10月，月面达尔文墙处突然出现3个明亮光点。1954年夏天，美国观测者在皮克洛米尼陨石坑里看到一条诡异的黑线横贯坑底，不久又消失无踪。1955年9月，月面泰洛斯陨石坑边缘2次闪现奇异光芒。1956年，日本明治大学的天文爱好者丰田博士更声称望远镜中看到数个黑色物体在月面排成 DUX-J 字母形状。种种现象引得当时的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都成立专案，收集这类月球瞬变现象的报告。直到今天，仍有不少天文爱好者偶尔声称看到月面发光或移动的亮点。有人用科学去解释，可能是陨石撞击扬起的尘埃，或月震导致的气体喷发、反射阳光等等。但也有人联想，会不会是月球基地的灯火，或者是某种飞行器的动态？毕竟在当年电视尚不普及的时代，没有人会拿着望远镜胡编这些从未见过的奇景。1959年，人类终于第一次看见了月球背面的真容。苏联的月球3号探测器绕月飞行，拍下了几张模糊的月背照片。科学家大为震惊，月球背面与正面简直判若两星。我们平时看见的月亮正面明暗相间，有大片圆形的阴影区域，被称为月海。月海形成了如人脸般的图案，难怪古人幻想广寒宫、月中玉兔。但探测器传回的月背图像上，几乎看不到月海整个背面密布陨石坑，与高地山脉坑坑叠叠，几乎全是古老的高地地形。更不可思议的是，后来的探测发现，月球背面的地壳比正面厚出数十公里，某些元素的含量也和正面不同。而那些浩瀚的熔岩平原，为什么几乎只出现在正面？这成了月球科学的一大谜团，被称为月球两面性之谜。主流科学提出过多种假说，例如，也许是月球曾经有2颗，后来慢速相撞，较小的那颗碎片堆积在一侧，形成后壳高地，或者正面长期面对地球。地球年轻时炙热的热辐射使正面地壳变薄，岩浆容易喷出，形成月海，而背面因远离地球而地壳冷厚等等。这些理论尚在争论，但至少在60年前，人类已深刻意识到，月球背面和正面完全不像是同一颗星球的两面，仿佛一面被改造过。一时间，阴谋论者们兴奋地猜测，会不会月亮正面是故意保持好看的外观给地球看，而背面才是真正的基地所在，布满了人工建筑或机械设施。正面那些巨大的圆形月海，也有人脑洞大开的想象成登月舰船的停泊甲板或动力系统的喷射痕迹。当然，这些说法没有证据支持，但月球两面的差异确实耐人寻味。载人航天时代的到来，让探索月球背面秘密的希望更进一步。1969年，美国阿波罗11号完成人类首次载人登月，尼尔·阿姆斯特朗在月表迈出一小步，成就人类一大步。然而，登月行动表面的光荣背后，是否隐藏着不为公众所知的遭遇？多年来，围绕阿波罗计划出现了许多传闻和 X 档案，其中最轰动的莫过于阿波罗11号宇航员据称目击了不明飞行物 UFO 和疑似外星基地的传闻。在阿波罗11号飞往月球途中，3名宇航员就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物体在一旁徘徊，他们起初以为那是火箭第3级飞行器的残骸，便询问休斯敦控制中心。然而地面回复，火箭残骸距他们有上万公里，不可能在眼前。宇航员用双筒望远镜观察，发现那物体呈 L 型。阿姆斯特朗惊呼，看起来就像打开的手提箱。换用6分一再秒，物体又像是一个圆筒。
巴兹·奥尔德林也报告，我们还看到几个小物体快速掠过，飞船甚至稍微震动了一下，之后又看到那更亮的物体闪过。他们很纳闷，这些不速之客究竟是什么？更戏剧性的场面发生在登月过程中。按照任务计划，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驾驶登月小艇下降，而麦克柯林斯独自在指令舱绕月等待。就在1969年7月21日凌晨，登月当天，奥尔德林独自在登月舱里做最后系统检查时，舱外突然掠过2个不明飞行物，其中一个体积较大，光亮强烈，它们高速从登月舱前方掠过后消失，数秒后又凭空出现，而且2个飞行物之间还射出一道光束互相连接，随即猛然分开，加速飞向太空，不见踪影。奥尔德林目瞪口呆，赶紧通知阿姆斯特朗。据传，在登月小艇准备降落月面时，宇航员与地面控制中心之间还进行了一段加密通话。任务控制呼叫，请问你们看到了什么？无线电中沉默片刻，随后传出阿姆斯特朗惊慌的声音：长官，这些家伙体型好大，天啊，你们难以相信，我告诉你们，月球上的远处环形山边缘停着一排巨大的太空船，他们正在盯着我们。这段令人毛骨悚然的对话当然从未在当时的直播中公开，而是后来据称由苏联那边截获的电讯曝光。事后，美国官方对此三缄其口，甚至多年都否认有任何异常。然而，多年后的一系列证言逐渐拼凑出一个令人细思极恐的图景：阿波罗计划几乎每次任务都曾遭遇 UFO。前美国太空总署通信部主任莫里斯·查特连在1979年受访时就直言不讳，与幽浮遭遇对我们而言是司空见惯的事。所有阿波罗飞船在某些距离内都被不明飞行物跟踪过，一有这种情况，宇航员就会立即通报任务中心。前登月计划负责人火箭之父冯·布劳恩也曾透露，多次阿波罗任务在月面或轨道上都受到了某种神秘外星力量的监视。据统计，参与阿波罗登月的25名宇航员中，多人都有目击 UFO 的经历。1969年，阿波罗12号的康拉德·比恩在月球轨道拍摄时就发现远处出现幽浮。1971年的阿波罗15号、1972年的阿波罗16号、17号，几乎每一次执行任务的太空人都曾汇报见到奇怪的飞行物体，伴随或注视着他们。第6位踏上月球的宇航员艾德加·米切尔博士曾公开表示，现在唯一的问题是，那些东西来自哪里？第9位登月者约翰·杨格则说过，如果你不信，那就等于不相信一件确定发生过的事情。种种线索指向，在人类登月的光辉时刻，很可能还有别的看客在月球上冷眼旁观。更劲爆的是，据传尼尔·阿姆斯特朗本人在多年后私下透露了一些细节，他一度成为深居简出的传奇人物。但有人是转述他的一句话，当时的情况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受到了警告，月球上早就有城市或太空站，这毫无疑问。我只能说，他们的太空船比我们的精良得多，体型也大得多。耐人寻味的是，阿姆斯特朗在完成2次登月漫步任务后，原计划中他和奥尔德林本该进一步勘察月面，但他们提前结束任务返回，理由至今众说纷纭。有人怀疑，是否因为看到了某些不该看的东西而被劝退。阿姆斯特朗后来淡出公众视野，几乎不谈登月经历，而美国在阿波罗17号后也突然终止了后续所有登月计划，甚至此后半个世纪再未尝试载人登月。当年雄心勃勃计划的阿波罗18、19、20号任务全都戛然而止，官方说是预算削减，目标达成而无需再冒险，但阴谋论者们认为真正原因是我们被月球上的外星势力下了逐客令，传言月球对人类发出了不要再来的警告，人类只好暂时退却。在这几十年中，坊间还流传着各种机密任务的传说，例如所谓的阿波罗20号秘密行动，据说是1976年美国与苏联合作执行的一次隐秘登月，在月球某陨石坑里发现了一艘长达数千米的巨型飞船残骸，以及一具保存完好的外星女性遗体，还称它有3只眼睛。这故事听起来更像科幻，但它之所以广为传播，也是因为人们坚信月球背面
可能隐藏着远古飞船或外星文明的线索，甚至有人脑补，那位三眼女外星人会不会就是中国传说中奔月的嫦娥呢？毕竟嫦娥在古画中常被描绘为额间有一朵花或纹饰，让想象力丰富的人联想到三眼。抛开传闻再看科学发现，阿波罗时代也有一项惊人的实验结果，被阴谋论者视为铁证。月震实验，美国宇航员在月面部署了地震仪，以测量月球内部特性。1970年，阿波罗13号因故未登月，但它的第3级火箭和部分器材最终坠落在月面上，相当于给月球来了一记重锤。早先阿波罗12号曾刻意让登月舱的空壳撞击月球，当时记录到月表震动了将近1小时才平息。而阿波罗13号那段15吨重的火箭击中月面后，地震仪居然捕捉到余震持续了将近3个小时。正常情况下，一颗实心岩石星球不可能像锣鼓一样震响这么久。这现象仿佛暗示月球内部是中空或极为松散的构造，才能回响不止。于是空心月球理论应运而生。早在1970年，2位苏联科学家米哈伊尔·瓦辛和亚历山大·谢尔巴科夫就大胆提出，月球很可能是一艘被远古智慧生物挖空改造过的太空船。他们在刊物上阐述了许多月球质量分布、元素组成上的反常之处，认为月球不像一个天然天体，更像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巨型飞行器。比如，月球密度明显比地球低，金属含量却高得异常。月表陨石坑虽然很多，但深度都比较浅，推测月球地下也许有坚硬的壳体结构挡住了陨石。还有月球的年龄测定值竟比地球还老，等等。这些观点当年被主流科学界视为异端笑谈，但随着后来越来越多奇特现象出现，空心月球的说法反而愈发火热。因为一旦接受了月球是一艘外星飞船这个设定，很多谜团似乎就串起来了。潮汐锁定是因为有人特意让飞船永远以一面朝地隐藏基地。月球背面地壳特别厚，可能是人造结构加强的装甲，正面那些月海可能是飞船推进器或碰撞修补的痕迹。而月球质地轻盈，内部中空，正印证了飞船理论。当然，正统科学家有更可靠的理论来解释上述现象，比如月震回音可能是因为月球内部缺乏液态地核，整体刚硬缺乏阻尼，所以震波来回反射较久，并不真的空心。不过所有理论中有一点倒是无人争议的，月球对地球和人类实在太重要了。如果没有月亮稳定地球自转轴，带来潮汐孕育生命，地球或许不会有如今宜居稳定的环境。月球仿佛巧妙地扮演着守护地球生命的角色，这也让一些人产生奇想，会不会远古就有高等智慧，出于某种目的，把月球安装在地球旁？中国古籍和外国神话中竟都有曾经没有月亮的时代的传说。比如古希腊一些文本提到，有族人自称祖先，在月亮出现之前就已繁衍。而东亚神话里常把月亮视作后来升空的事物，如嫦娥奔月、羿射日流一月等等，都暗示月球并非亘古永存。当然，这些只能算传说巧合，但月球的确太特别，以至于有天文学家说过，就像有人刻意把月球这样的卫星放在地球旁，否则我们几乎不可能有如此恰当的天文条件。悬念丢了这么多，让我们回到现代中国的探月工程上来。前面提到的古代记载和阿波罗往事毕竟带有传奇色彩，那中国的月球探测是否真的发现了什么异常？21世纪以来，中国大力推进嫦娥工程，嫦娥1号、2号绕月卫星先后发射，绘制了高解析度的月球3维地图。2013年，嫦娥3号携玉兔月球车成功软着陆月面，不过这些任务都在月球正面，真正让全球震撼的是嫦娥4号。2019年1月，中国探测器首次降落在月球背面，把5星红旗插在了从未有人踏足的月之暗面。由于月背无法直接与地球通信，中国还提前在月球旁的拉格朗日点布置了一颗鹊桥中继卫星，解决通讯中继问题。嫦娥4号的着陆点在冯卡门陨石坑，位于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的北部，这里是月面最大的撞击盆地之一，也是月球最古老的区域之一。探测器携带的月球车玉兔2号驶下登陆器，
开始在这片幽暗寂静的领域漫游。人类第一次贴地看到了月背地平线，灰白荒凉的世界延伸向无尽远方。在地球夜空永远不可见的那一头，玉兔迈出了历史性的一小步。玉兔2号月球车的旅程充满了惊喜。在它执行任务的第8个月昼，每个月昼约14个地球日，控制中心的科研人员透过全景相机，突然发现前方一个小坑里有些不同寻常的东西，一片反光发亮、颜色怪异的物质引人注目地躺在坑底。玉兔小心翼翼驶进那个直径约2公尺的小陨石坑，发现里头有一滩粘稠状、光泽奇异的东西，看起来不像普通月壤，它的形态不规则，颜色相较周围灰白的土壤呈现出深色光亮，仿佛凝结的胶体。这究竟是什么？消息一经发布，举世哗然。有人猜测，难道是月球上的某种外星生物，亦或月背有神秘物质渗出？后来科学团队利用光谱数据分析，解开了谜团。这其实是一种由陨石剧烈撞击融化，在冷却凝固形成的熔融角砾岩。简单说，就是陨石撞击月面时的高温高压，把岩石土壤融成玻璃态混杂形成的黑色玻璃状物质。由于撞击形成时间很新鲜，表面还带有玻璃光泽，在玉兔的相机下看来才如凝胶般。虽然不是真的外星粘液，但这可是人类首次在月球现场发现这类撞击熔融物质，也说明月球背面陨石坑里可能藏着更多新奇的地质信息。值得玩味的是，中国网友给它起了个极具想象力的外号“月饼馅儿”，大家戏称玉兔2号发现了月亮的内馅儿，笑问是不是嫦娥偷吃月饼时掉的馅儿。玩笑之余，仍有好奇者问，为何这坑里恰好有一坨奇怪的熔融岩，是不是某种爆炸才刚发生过？甚至有人阴谋论的猜测，难不成玉兔无意间撵到的是月球基地的工业废弃物？这当然没有证据，只是网友脑洞。但玉兔的确让我们看到月球背面蕴藏的不少奥秘。玉兔2号执着地在月背缓慢前行，边走边看。2021年年底，他又发现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景象。远处地平线上竟然矗立着一个整齐方正的神秘小屋。从玉兔相机传回的长焦照片上，月夜中远方黑色天际线上有一个方方正正的轮廓剪影，赫然如同一座立方体小屋，孤零零地伫立在荒原尽头。一时间，月背小屋照片在网上疯传，无数人猜测那会是什么：外星人的房子、美国的秘密月球基地，亦或是嫦娥广寒宫的一角。带着全球的好奇，玉兔花了几十天时间，一点点朝目标逼近。最终的真相有点让人啼笑皆非，那其实只是一块不起眼的月球岩石。当玉兔驶到近前，一看所谓的小屋，不过一块寂寞的大石头，静卧在陨石坑边缘。之前因为距离远，角度巧合，才看起来方方正正像屋顶。一场乌龙告终，网友们又给这块石头取名玉兔2号的小兔子，因为近看它有点像蹲着的兔子形状。虽然不是真有基地，但这个小插曲也说明月球背面处处是未知，处处能激发想象力。玉兔带给我们许多惊喜，但更重大的突破来自嫦娥4号搭载的科学设备。它携带了月球低频射电天文仪，在月背这个绝对无电磁干扰的环境中开展观测宇宙低频射电的实验，还有地质探测雷达，能够穿透月表下数十米，探测月背地下的结构。利用这台穿透雷达，科学家绘制出了月背地下400多米深处的剖面构造图。上层约40米是松散月壤，下面交替出现多层高密度和低密度岩层，显示过去陨石撞击后的喷出物层与更古老的熔岩层彼此掩盖叠加。在场科学家形容，仿佛看到月球埋藏的年轮。这提供了宝贵线索去还原月背地质历史。虽然目前没有发现什么地下层或金属异物，但这是人类首次透视月球背面的地下世界，证明月背地下并非全是实心岩石，也有松软和致密层交错。如果阴谋论者大胆发挥，他们可能会说，看，那分明像是人工建筑结构的遗迹啊，多层空间夹杂其中。当然，科学上解释这是陨石撞击后的碎屑层，但有这层结果，未来若真的发现某种几何型异常构造，我们也有手段去探明了。2023年底，
我国又成功实施了嫦娥5号的姐妹任务嫦娥6号，它更具挑战性，要成为人类历史上首次从月球背面取样返回的任务。嫦娥6号已于2024年春天发射升空，经过将近2个月的飞行与调整，顺利降落在月球背面南极附近，取到了接近2公斤的月壤和岩石样本，并于6月下旬携样返回地球。随后，科学家们摩拳擦掌地分析这批月背土特产，初步结果显示，这些样本年龄古老，来自超过40亿年前的地层。其中的一些岩石证实了月球背面曾存在长期的火山活动和磁场。某些玄武岩样品的年代和化学成分显示，南极埃特肯盆地的巨大撞击很可能影响了整个月球内部的热演化，导致月球两面火山活动时间不一致。样本中几乎没有富含放射元素的 creep 物质，印证背面上地幔的确匮乏某些元素和水含量，与阿波罗时期正面样本的差异明确。这4大科学发现让月球两面成因之谜更接近解答，看来自然的力量足以塑造出月球近远端的巨大差异。科学家提出，早期月球正面地壳较薄，含有较多放射性元素，内部对流活跃，火山频发，形成广袤月海，而背面地壳厚重，缺乏热源，所以相对平静，只保留满目疮痍的陨石坑。但这真的是全部的故事吗？就在嫦娥6号为科学贡献答案的同时，它也无意中替另一些惊人假说提供了弹药。例如，有人关注到月背样本年代极其久远，甚至可能保存着月球形成不久时的残迹。如果月球真是外星人打造的飞船，那背面的古老撞击坑底下会不会埋藏着飞船的结构碎片？嫦娥6号此次着陆点就位于月球最大最古老的南极埃特肯撞击盆地内，这里很可能挖到了月球下部的上地幔物质。科学上，它们印证了月球的地质模型。但换个思路，有没有可能那些不寻常元素匮乏的上地幔物质本身就是一种人工材料，比如某种用来构造飞船外壳的特殊岩石，在经历巨型撞击后散落出来？当然，这只是脑补揣测，并无实证。不过嫦娥6号还悄悄为阴谋论增添了一笔谈资。在官方发布的长6着陆器图像中，眼尖的人发现着陆器侧面绑着一台小型月球车。事前公布的任务简介并未明说有随行月球车，显然中国在月背又部署了一辆袖珍秘密月球车。为何这么低调？有人戏称，难道上去执行什么不便公开的特殊任务吗？也许只是因为这小车是备份实验，但也有好事者猜测，中国是不是也希望在月背寻找某些非自然目标？毕竟有个车子到处跑拍照，更容易捕捉异常。如果真的拍到什么蹊跷，可能会先研究判定，再决定是否公布。毕竟牵涉外星文明这等颠覆性的发现，任何国家都必须谨慎对待。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暂时总结线索，把古今中外的月球谜团串联起来看看。首先，月球对地球的存在太过巧妙，古今皆有感叹和传说。唐代酉阳杂俎白衣人故事暗示月球可能是人造物，有成千上万工人在维护。金代正史记载月亮偏轨又复位，仿佛有驾驶操作。西方也有月亮出现前的神话碎片。近代天文观测频频报告月面异常光影与诡异变化，让人怀疑月球上有活动迹象。太空时代，苏联探测发现月背与正面迥异，如同一面被改造成基地，而另一面伪装出漂亮的脸庞给我们看。美国阿波罗登月宇航员多次遭遇不明飞行物，甚至疑似看见月面存在外星飞船和建筑，他们受到某种警告，返回后几乎集体晋升。NASA 内部人士承认 UFO 跟踪是家常便饭，而阿波罗之后，美苏双双终止登月，仿佛默契地对月球敬而远之。30-40年，理论上支持方面，空心月球假说认为，月球是被掏空的巨型太空船，早被高等文明停泊在地球旁。那些年轻的科学观测也给此假说提供了一点点似是而非的科学支撑。进入21世纪后，中国和其他国家再次将目光投向月球，并开始取得实质性的新发现。中国嫦娥系列在月背找到了奇异的熔融物质、方块小乌龙、月背地下结构，以及带回了第一批月背样品。
这些成果一方面解开着月球形成演化的正常谜团，一方面又不断刺激着我们对非常之谜的好奇。那么，如题所问，月球背面故事多，藏着谁的基地？如果上述种种推测属实，那月球背面的基地属于谁呢？几种可能的答案浮现出来。其一，外星智慧文明，这是许多人直觉的答案。如果有比人类更高级的外星种族曾来过地月系，把月球作为观察地球的平台，是再理想不过的。距离适中又隐蔽，他们也许在远古改造了月球，把内部挖空建造成太空堡垒，外表涂上一层自然岩石伪装，放在地球轨道稳定运行，暗中监视指导地球生命发展。这听起来像科幻，但想想我们人类自己也在计划未来建造隐蔽的太空站或月球基地来观测深空或地球，那么或许早有更高级的太空工程师抢先一步布局好了。外星基地说能解释为何阿波罗时代频现 UFO， 因为月背的基地主人出来警戒闯入者，也能解释为何各国政府对月球异常讳莫如深，可能担心引发公众恐慌。甚至白衣人故事也可被解读为古人偶遇外星工程队成员，他们以当时人类能理解的语言做了说明。要说破绽，倒有一个，如此重要的基地，为何容许人类如今再度探测，甚至计划驻扎？难道外星人已撤离，还是他们根本不怕我们发现，因为以我们的能力也无法撼动？亦或阴谋论中的阴谋，各国太空机构早就私下知情，甚至已与基地主人达成某种默契协议，所以探索归探索，但真相只能缓步揭露。其二，地球的秘密计划，也有人怀疑月球背面的基地不是外星人的，而是人类自己的黑科技产物，比如传说中的纳粹德国余党二战后逃亡南极，又飞往月球建立基地，或者美苏冷战期间其实暗中在月背部署了核设施或间谍站。毕竟月球背面不受地球电波干扰，是绝佳的秘密据点。1960年代，美国就曾有曙光计划，构想在月球建立军事前哨。如果这类计划悄悄实现，月背基地完全可能存在于那些我们未曾监控的年代。不过这类推测问题在于，以人类当时技术水平，要在月球建立长期基地实在困难，更别说瞒过世人。所以人类黑计划的可能性通常被认为不高，但不排除冷战密文中藏有未公开的月球行动。也许那些 UFO 并非外星飞船，而是人类自己制造的飞碟在月球巡逻。然而以60、70年代科技大跃进的程度，要造出那种高机动光束武器飞行器，恐怕还差太远。所以这路说法目前支持者不多。其三，月球本身的原住民，即月球曾孕育过某种智慧生命，他们自行在月背建立了文明基地。乍看荒诞，因为科学共识是月球环境极其恶劣，从无生命。但也有极少数学者提出自生外星人的假想，也许在太古代，月球内部曾有温暖的熔岩海，甚至存在液态水和磁场，理论上孕育生命非完全不可能。如果月球真有原生文明，他们也许早已灭绝或离去，只留下遗迹。这联想更多出现在科幻小说，但月球背面的某些地形特征有时让人惊呼，好像废墟，例如环形排列的巨石、直线排列的岩脊等。的确，人类大脑容易对随机图案产生人造物联想，但也无法100%排除月球曾有不同于地球的独特生命旅程。无论基地属于谁，几十年来种种迹象引得不少研究者、爱好者深信月球背面暗藏玄机。2019年，就有日本的月球观测团队报告，在月面拍摄到几个长达数百米的黑色物体快速移动，轨迹呈 Z 字形，看起来不像陨石或人造探测器。他们怀疑那是某种飞行器，甚至推测有巨型母船在月球另一侧放出小飞船活动。这类说法虽然缺乏硬证据，但令人浮想联翩。难道月背真有停机坪在起降 UFO？2022 年，美国国会也首度公开讨论不明航天现象，甚至提到有神秘物体在月球附近出没的报告，显示主流也开始正视一些无法解释的太空现象。对于所有这些月球疑云，最极端的一种阴谋论总结是，人类其实一直生活在他者的监控之下，而月亮正是对方安置的一座太空监视站。
有作者在书中写道，你会发现我们永远看不到月球背面，因为那里正是外星人的基地，他们不让我们看到，还让我们自以为月亮只是卫星。听起来很疯狂，但这观点在民间竟也有不少相信者。每当各国航天局公布月球照片，总有人拿着放大图圈点所谓人工结构，这里一座尖塔，那里一个透明穹顶，哪怕多半被证明是成像造点或岩石，但仍旧阻止不了阴谋论之火燃烧。特别是网络兴盛后，各种月球谣传更是满天飞。然而需要强调的是，直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官方公开的月球探测数据明确证实存在人造建筑或外星活动的痕迹。所有耸人听闻的传闻依然缺乏经得起科学验证的实物证据。因此，在惊叹之余，我们也要保持理性。或许月球背面的基地之谜最终会被证明只是一连串误解和巧合，但另一方面，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的认知常常有盲区，很多今天嗤之以鼻的想法未必就不是明日的真相。随着新一轮探月热潮兴起，我们离揭开月球最大的秘密也许不远了。美国的阿提米斯计划正筹备在2025年前后将太空人重新送上月球南极，建立月面驻地。中国与俄罗斯也计划在2030年前后共建国际月球科研站，很可能选址在月球背面或南极，实现长期人类驻留。如果月球背面珍藏有外星基地或飞船残骸，未来10年人类频繁登月，应该迟早会有重大发现公诸于世，除非那基地主人依然在暗中干预，防止我们接近敏感区域。一种可能的剧本是，如果外星智慧还在，也许未来登月队伍会碰巧在某些区域遭遇设备失灵、奇怪事故，甚至直接的警告，逼迫人类知难而退。另一种剧本是，如果外星人早走了，那我们就可能亲眼看到他们遗留的城市废墟或飞船遗骸，届时人类将真正确认不孤单于宇宙，历史将被改写。而假使最终什么也没发现，那或许说明月球的秘密只在于地质和科学本身，自然的鬼斧神工超出了我们旧有的理解。无论结果如何，月球背面的探索都将是人类未来的重要篇章。对于常年仰望星空、充满想象力的我们来说，月亮上的任何新发现都足以引发震撼与思索。如果有一天证实月球背面真的藏着某个神秘基地，我们不禁要问，他们是谁？来自何处？意图何在？他们是友善的观察者，还是冷漠的实验监督者，亦或早已灭绝的先行者？而我们人类会步其后尘接管月球，还是会在更高智慧面前重新审视自己的渺小？回顾历史，当年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站在月球荒原上，或许真的感受到了一丝并不孤单的站立。如今几十年过去，我们对真相的渴求有增无减，就像奥尔德林在好友阿姆斯特朗辞世时感叹的，每当我仰望月亮，总会想起那40多年前的时刻。在那一刻，我知道尽管我们2个人远离地球，但我们并不孤单，全世界都与我们同行。这番话听来是对全人类精神的致意，但细细体会，不孤单或许也蕴含另一层深意。在我们脚下的月球，或许一直有某种存在与我们同行。月球背面的故事还在续写，最大的秘密静待揭晓。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终将揭开那神秘基地的面纱，迎接真相的同时，也要有足够的勇气与胸怀去面对可能颠覆三观的事实。毕竟，探索未知本就是人类文明前进的不竭动力。让我们拭目以待，见证月球背后的真实故事。1969年，人类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当尼尔·阿姆斯特朗，或称阿姆斯壮，踏上月球的那一刻，他说出一句传世名言：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全世界为之沸腾，阿姆斯特朗成为举世瞩目的英雄。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凯旋归来之后，这位登月第一人却逐渐淡出公众视野，仿佛刻意远离聚光灯。他很少接受采访，几乎不参加公开活动，生活也趋于平淡低调。为什么这位创造历史的英雄选择闭门不出？他在月球上究竟经历了什么？随着时间流逝，关于阿姆斯特朗的各种传闻和猜测层出不穷，直到多年后，他去世前的一则传闻才打破了这漫长的沉默。
据说在临终之际，阿姆斯特朗留下了一封信，揭开了他在月球上的惊人发现，引发了全世界的震惊和争论。20世纪60年代，美苏两国在太空领域展开激烈角逐。为了在冷战中胜出，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1961年向全国承诺，要在10年内实现登月。此后，美国斥巨资启动阿波罗登月计划，全国上下都为这一大胆目标紧张又兴奋地努力着。期间虽然经历了一些挫折，例如1967年阿波罗1号地面测试时发生火灾，3位宇航员不幸殉职，但美国人实现登月的决心并未动摇。1969年7月，阿波罗11号飞船载着3名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巴兹·奥尔德林和迈克尔·柯林斯踏上了前往月球的征程。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尝试将人送上另一颗天体，举世瞩目。经过多日航行，飞船进入月球轨道，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乘坐的登月舱鹰号开始降落，过程惊心动魄。着陆雷达的数据一度迟迟没有出现，登月舱偏离了预定地点，险些降落在布满巨石的坑洼地带。在最后下降过程中，飞船的警报突然频繁响起，但阿姆斯特朗凭借冷静的判断力和丰富的飞行经验，几年前他曾在双子座任务的险情中临危不乱，果断接管手动控制，一边躲避地表障碍，一边密切留意燃料余量。就在燃料几乎耗尽的瞬间，鹰号登月舱终于在月球近海地区安全着陆。当阿姆斯特朗报告这里是近海基地，鹰已着陆时，紧张不已的休斯敦指挥中心和全球观众终于松了一口气，全世界瞬间欢腾。几个小时后，38岁的阿姆斯特朗穿着笨重的宇航服，小心翼翼地沿着舱梯踏上月球表面。他说出了那句家喻户晓的名言：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话音落下，眼前展现出一片灰白而寂静的世界，没有空气，没有声响，只有他的呼吸和心跳在头盔内回荡。这死寂陌生的月球荒原，让人类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地球之外的荒凉与壮美。随后，奥尔德林也迈出了舱门，两人在月球表面共停留了2个多小时。他们插上了一面美国国旗，安装了科学仪器，采集了月岩样本，并接收了来自地球的电话祝贺。据估计，当时全球有近6亿人通过电视和广播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人类第一次有了共同庆祝的太空壮举。阿波罗11号登月的成功被视作太空探索新时代的开端，也是冷战时期美国的一次重大胜利。然而，就在全球现场直播这历史性时刻的过程中，一个鲜为人知的插曲发生了。在2位宇航员执行月表活动期间，电视画面和无线电通讯曾意外中断了约2分钟。虽然信号很快恢复正常，但这短暂的静默后来成为无数阴谋论者争相讨论的焦点。对于时年39岁的阿姆斯特朗来说，如此临危不乱绝非偶然。在此前的航天生涯中，他多次化险为夷，以冷静和胆识证明了自己。1966年，他在双子座8号任务中成功控制住了高速旋转失控的飞船，挽救了自己和同伴。1968年，他在测试登月飞行器时突遇故障坠毁，千钧一发之际弹射逃生，毫发无伤。这些经历令 NASA 的同僚们深信阿姆斯特朗是不二的人选。他也不负众望地完成了首次登月任务。登月任务完成后，阿姆斯特朗等人满载荣誉地踏上归途。他们的指令舱在返回地球时降落于宁静的太平洋，宇航员们被立即送进隔离舱观察，以防月球上可能存在的未知病菌被带回地球。3周的隔离期结束后，3位宇航员受到盛大的英雄式欢迎。他们乘坐车队穿行于纽约曼哈顿，数十万民众夹道欢呼。此后，阿姆斯特朗一行还进行了全球巡回访问，所到之处万人空巷，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亲自接见，视他们为人类壮举的象征。阿姆斯特朗一夜之间成为了传奇般的人物。然而，在聚光灯下的荣耀背后，一些细节却耐人寻味。在返回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许多人注意到阿姆斯特朗的神情，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兴奋和轻松。面对记者的提问，他显得谨慎而沉静，甚至有些心事重重。
这与大众心目中凯旋英雄应有的神采飞扬形成了鲜明反差。一些观察者后来回忆说，当时宇航员们看起来仿佛在隐瞒什么似的。当然，也有人认为这只是阿姆斯特朗一贯低调内向的性格使然。无论如何，在随后的日子里，阿姆斯特朗基本谢绝了大部分媒体采访和公众活动，尽量避免出现在人群面前。1971年，阿姆斯特朗主动从美国航天局辞职，返回家乡俄亥俄州，在一所大学担任工程学教授。他似乎渴望回归平静的生活，远离名利的喧嚣。许多人觉得这样的选择颇为出人意料，毕竟登月让他拥有无与伦比的声誉。一些人猜测，站上历史巅峰之后再无更伟大的目标可追，让他产生了失落感。也有人怀疑他在月球上的所见给他带来了某种心理阴影或沉重压力，甚至有阴谋论者揣测，美国航天局对阿姆斯特朗下达了某种保密指令，禁止他透露登月时目击的异常情况，以至于他只能选择沉默。各种离奇说法甚嚣尘上，但当事人始终没有对此做出回应。阿姆斯特朗日常生活低调简单，私下里甚至对亲友也很少谈及登月细节。此外，他的婚姻生活也出现了裂痕。结发妻子多年后选择与他分道扬镳，使阿姆斯特朗的晚年更加孤独。久而久之，他这种近乎隐居的状态让外界更加好奇，那段登月旅程究竟对阿姆斯特朗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据身边的朋友回忆，阿姆斯特朗完全不在乎名利。他曾对同事说过，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工程师，登月壮举是成千上万幕后工作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并非他一人的功劳。过高的个人赞誉常让他感到不安，甚至愧疚，因此他极力避免被当作英雄偶像来消费。登月后，几乎全世界各行各业的公司都曾邀请他代言广告，但他一次也没有接受过。阿姆斯特朗甚至不轻易签名或开支票，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签名会被人当作纪念品收藏，甚至拿去拍卖。他的一缕头发曾被理发师偷偷高价卖给收藏家。得知此事后，阿姆斯特朗尴尬不已，并要求对方将收益捐给慈善。很多不明就里的人觉得他放弃名利的做法有些傻气，但了解他的人都由衷敬佩他这种不逐名不逐利的高尚境界。时间飞逝，阿姆斯特朗步入了人生的暮年，他依旧淡出在公众视野之外，守口如瓶地过着平凡日子。然而2012年8月，这位传奇英雄因心脏病并发症辞世，享年82岁。本以为他的离去将为这个壮举故事画下句点，未料到却因一封神秘信件的传闻，再次在世界范围内掀起波澜。据说，在去世前不久，阿姆斯特朗终于打破沉默，写下了一封最后的信，详细记录了他当年在月球上的离奇经历。这封信的内容令人瞠目结舌，几乎如科幻小说般不可思议。据传，阿姆斯特朗在信中回忆了阿波罗11号任务中一些从未公开的片段。他写道，当登月舱接近月球表面准备降落时，他们透过舷窗看到月面附近出现了奇异的闪光点，这些发光物体似乎在月球地平线附近快速移动。起初他和奥尔德林以为可能是火箭第3级的残骸或设备反光，然而当休斯敦控制中心回复说火箭残骸远在数千公里之外时，两人才意识到眼前的不明飞行物并非来自人类。更令人震惊的是，成功着陆后，当他们准备离开鹰号登月舱执行月表作业时，竟发现在不远处的山脊上静静停靠着几艘庞然大物般的飞行器，它们没有喷射引擎的轰鸣声，仿佛无声地悬浮在灰色的月面之上。这些飞行器的外形与任何人类已知的航天器都截然不同，体积极其庞大，通体泛着冰冷的金属光泽。阿姆斯特朗写道，太不可思议了，我们显然不是月球上唯一的访客，在附近还有其他东西在注视着我们。那一刻，他只觉后背发凉，心跳几乎停顿，陷入了一种无法言喻的震撼与敬畏。就在这时，宇航员与地面控制中心的公开通讯突然中断了2分钟。阿姆斯特朗暗示，这短短2分钟里发生的事足以改变人类对宇宙的看法。他透露，
我们当时受到了警告，对方的技术远远先进于我们，他们并不欢迎人类的到来。信中并未直接点明对方是谁，但从上下文推测，他指的很可能是某种外星智慧生命。NASA 随即指示2位宇航员保持冷静，按原计划完成任务，不要轻举妄动，并切换到秘密频道与他们对话，以防这些内容被公众听到。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依照指令，在未知目光的注视下，强作镇定地完成了插旗、拍照、采样等预定任务。尽管内心充满疑问和不安，他们最终还是按部就班地返回了登月舱，并将这个惊人的发现深埋心底。阿姆斯特朗在信中感叹，由于担心在地球上引发恐慌，当局对月球上遇到不明飞行物的事情下达了绝对保密令。当时的国际形势复杂微妙，美苏正处于冷战对峙，任何有关外星存在的风吹草动都可能引起全球性的震荡。或许正是出于这种考虑，阿波罗11号之后， NASA 虽然又完成了几次登月任务，但在短短几年内就匆匆结束了登月计划。他写道，人类也许是由于对未知的畏惧而停止了继续探索月球，但真相终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阿姆斯特朗也在信中倾诉，这次月球上的遭遇深刻地改变了他的人生。他常常梦回那宁静寂冷的月夜，梦见那些神秘的身影注视着自己，内心既敬畏又迷茫。那感觉仿佛一只蚂蚁仰望星空般渺小无助，也让他开始重新思考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他将这份难以对人言的心情埋藏了整整数十年，如今终于倾注笔端，希望人类能够正视浩瀚太空中可能存在的另一种智慧生命。据称，这封信是在2012年阿姆斯特朗辞世后，由其家人或好友公开发表的。消息一出，立刻在全球范围内引发轩然大波，许多人震惊于这位沉默多年的英雄竟然隐藏了如此骇人的秘密，也有人对信件内容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质疑这不过是坊间以讹传讹的故事。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对此保持沉默，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这封信的存在，更让事件平添神秘色彩。不管怎样，最后一封信中描述的景象促使无数人重新审视阿波罗登月的历史，并认真思考一个问题：人类在月球上究竟遇到了什么？首先，前文提到的通讯中断和影像遗失问题至今让人费解。当年阿波罗11号登月直播突然中断的那几分钟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NASA 的官方解释是信号故障或者切换摄像机角度等技术原因，然而阴谋论者认为那段空白正是 NASA 刻意隐瞒宇航员惊人发现的时刻。更令人玩味的是，事后 NASA 声称，由于保存不当，一些登月任务的原始录像带意外丢失或被覆盖，这意味着人类首次登月的一部分高质量影像资料如今无从找寻。如此重要的历史记录竟未能妥善保存，引发了公众对 NASA 透明度的质疑。有些人怀疑，这些所谓丢失的素材中也许记录了某些不宜公开的画面或对话，否则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航天机构怎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其次，宇航员们的奇异遭遇和心理变化也成为未解之谜的一部分。除了阿姆斯特朗本人，许多参与过阿波罗计划的宇航员在任务后的生活轨迹都颇为曲折。第二个踏上月球的奥尔德林一度陷入抑郁和酗酒，难以适应荣誉背后的巨大压力。阿波罗12号指令长皮特·康拉德后来在一次摩托车事故中不幸丧生。阿波罗14号指令长艾伦·谢泼德晚年罹患重病，最终英年早逝。艾德加·米切尔在退役后公开宣称自己相信 UFO 的存在，并声称美国政府隐瞒了与外星人接触的真相。最后一个登月的人尤金·塞尔南生前感叹过，登月经历让他的人生观发生了难以言喻的变化。这些太空英雄有的英年早逝，有的饱受心理创伤，有的突然转变信仰，热衷神秘学。有人据此提出所谓的登月诅咒，认为那些踏上月球的人此后大多厄运缠身或精神受困。当然，这或许只是巧合，加之太空飞行本身对身心的严峻挑战，但如此多相似的例子仍然让人不禁联想，难道真的是月球上的所见所闻在无形中改变了他们的一生？再次，月球上的异常现象一直为人津津乐道。从阿波罗11号开始，
不止一次有宇航员报告过，在月球附近看到奇怪的光影或不明飞行物。例如，阿波罗16号期间，宇航员曾拍摄到月面地平线上出现诡异的亮点，至今无法完全解释。阿波罗17号任务记录里也留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对话片段，仿佛宇航员在讨论某些看不懂的东西，甚至连苏联的探月计划也有类似传闻。据说，苏联的无人探测器曾拍到月面存在疑似人工构造的物体，只是苏方对此同样讳莫如深。这些零散的传言彼此呼应，仿佛都在指向一个可能性：月球上潜藏着某种我们尚未了解的秘密。值得一提的是，诡异月阵实验也为登月谜团增添了新的神秘。阿波罗12号任务中，宇航员曾故意让登月舱的火箭推进器撞击月球表面，结果整个月球竟震动了将近1小时之久，仿佛是个巨大的空心球体。这一现象让科学家们大为震惊，并成为后来月球空心说的由来之一。有人甚至大胆猜测，月球并非天然形成的卫星，而是某种被制造出来的巨型飞行器。不过这些想法缺乏严谨证据，只能让月球的谜团更显扑朔迷离。最后，各种官方疑点也给了阴谋论滋生的土壤。有观点质疑 NASA 的登月影像是在摄影棚里伪造的，例如照片中看不到星星，是不是因为拍摄时忘了在布景上加上星空？又比如插在月表的美国国旗看上去仿佛在飘动，难道有摄影棚里的风？其实这些疑点都有科学解释。照片中无星是由于相机曝光时间短，在月面强烈阳光下星光无法显现。至于国旗看似飘扬，只是因为宇航员插旗时旋转旗杆带动旗面晃动，而在真空环境下缺少空气阻力，旗帜的摆动反而更持久。诸如此类的质疑早被科学家和亲历者逐一驳斥。登月的真实性还有月岩样本、激光反射实验等铁证支撑，但即便如此，仍有不少人深信这些阴谋论。2002年，阿尔德林甚至因不堪一名登月造假论者的当面辱骂骚扰，一拳将对方打倒在地。可见这些质疑令亲历者们何等愤怒。另一方面，阿波罗计划在1972年突然终止，也让人费解。原本 NASA 计划一直执行到阿波罗20号，但在成功完成阿波罗17号后却戛然而止。官方解释称，是由于经费削减和国家战略调整，美国将精力转向航天飞机和空间站项目。然而在阴谋论者看来，更令人信服的说法是，美国当局受到了某种警告，因此数十年来再未踏足月球，而是将目光投向别处。毕竟从1972年至今，人类再未踏出重返月球的那一步。甚至有传闻声称，美国暗中进行了阿波罗18号、19号乃至20号任务，在月球背面发现了外星飞船残骸和疑似生物遗体等惊人证据。这些故事虽无可靠佐证，却在民间广为流传，反映了公众对于月球秘密的无尽想象。事实上，几十年来，关于阿波罗登月真相的猜测从未停止过。从纪录片、书籍到电影，都有人不断演绎登月阴谋的情节，可见这个话题对大众的吸引力之强。对于阿姆斯特朗当年在月球上究竟经历了什么，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最后一封信的传闻到底是真实的临终告白，还是坊间杜撰的传奇？真相在扑朔迷离的往事中若隐若现。可以肯定的是，人类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从未停歇。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依然在不断探索太空。阿波罗登月之后，我们发射探测器访问更遥远的行星，建造空间站常驻近地轨道。如今，美国的阿尔忒弥斯新登月计划正筹备再次将宇航员送上月球，包括史上首位女性登月宇航员，中国等国家也在规划各自的载人登月行动。人类探索月球的脚步即将重新迈出，同时我们更将目光投向火星乃至更深的宇宙。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当新一代探月者再次站在那片银白色的月球土地上时，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阿姆斯特朗当年的沉默，以及那封神秘最后之信背后的深意。当然，在追寻这些谜团的过程中，我们也要保持理性和敬畏。正如阿姆斯特朗在登月25周年纪念时意味深长地说道，真相常常裹着保护层，只有勇敢揭开的人才能获得突破性的发现。
无论月球上是否真的隐藏着什么秘密，这颗人类的近邻始终静静地守望着我们。对于人类来说，它永远是一个充满未知与可能的舞台。阿姆斯特朗迈出的那一小步，激励了无数后来者踏上探索征途，而他晚年留下的这个谜题，则如同一面无形的旗帜，促使我们继续仰望星空，勇敢地去追寻答案与真相。如果有一天证实真有外星智慧在注视着我们，人类将如何自处？也许真相揭晓之时，我们会发现它比传说更加精彩，也更值得人类深思。值得玩味的是，月球表面没有空气和水，阿姆斯特朗当年踩下的足迹至今仍在月面清晰可见。然而，留下这些足迹的人已经离我们而去，唯有那些永不磨灭的印记，仿佛在无声地守护着那段尘封的往事，等待着人类揭开其中的真相。月亮依旧高悬在夜空中，冷冷地俯视着地球上的芸芸众生。或许他早已知晓答案，只是等待着人类有朝一日鼓起勇气，再次登临那里，揭开那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谜底。今天我们来聊聊阿波罗登月任务背后一桩离奇的传闻。传说在人类首次登月直播过程中，美国太空总署 NASA 曾经紧急中断画面，只因太空人忽然激动大喊：天哪，这里有好多船只，他们一直在月球观看我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半个多世纪以来，各种关于月球上外星文明的猜测从未间断。现在就让我们深入这段广播，中断背后的谜团，看看当年登月太空人到底发现了什么，以及为什么 NASA 被迫对全球观众掐线消音。首先回到1969年7月，阿波罗11号任务让人类首度踏上月球表面，全世界透过直播见证了这历史性的一刻，兴奋不已。然而，据传在登月过程中曾发生一段对话，至今被许多人称为被隐藏的2分钟。相传当时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两位太空人在月面执行任务时，忽然看见远处陨石坑边缘出现了几个神秘物体，两人难掩震惊，语气焦急地询问控制中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阿姆斯特朗的声音听起来又惊又疑，仿佛看到了不可思议的景象。他们断断续续地形容那些物体巨大的令人难以置信，而且似乎不是天然产物。随后，太空人更表示，我们发现了访客，这些东西已经在这里有一段时间了，还有某种设施。更惊人的是，他们声称在陨石坑另一侧整整齐齐排列着许多不明飞船，一直静静地停留在那里，仿佛自始至终都在监视着阿波罗登月小组。据说这番令人瞠目结舌的对话刚透过无线电传回地球， NASA 控制中心就立刻切换了通讯频道，甚至中断了对外的直播讯号。当时观看直播的全球观众突然发现画面与声音陷入一片寂静，只见太空人在月面缓步而行，却听不到他们与控制中心的对话内容。这突如其来的沉默引发了不少人的疑惑。多年后，一些相关内情才透过不同管道陆续曝光。据传，当时阿波罗11号的太空人被要求改用预先约定的机密频道回报情况，这段频道对公众不开放。然而，几位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恰巧窃听到了备用频率上的通话，他们将听到的内容记录了下来。在这些记录中，就包括阿姆斯特朗惊呼看到好多船只在月球观看我们的惊人场面。而一位前 NASA 雇员奥托宾德也表示，当年确实有业余无线电技师截获了阿波罗11号登月期间的一些未公开对话，其中就提到了月球上有其他飞行器的存在。除了民间的爆料，前苏联科学家弗拉基米尔·阿扎扎博士等研究者也曾公开谈及此事。阿扎扎声称，阿波罗11号登月后不久就发生了与 UFO 的不期而遇，只是这件事被 NASA 刻意封锁，没有对全世界播报。1979年NASA 前任通讯总监莫里斯·查特连更跳出来证实，阿波罗11号与不明飞行物接触的事件在 NASA 内部早已不算秘密，很多人都知道登月时遇上了某些不速之客。换言之，人类首次登月时并不孤单，有别的东西在月球上陪着我们。扎特连强调，阿波罗太空人在任务中遇到 UFO 其实是平常事，几乎每一艘阿波罗飞船在某个阶段都曾有过被不明飞行物近距离尾随或监视的经历。
每当发生这种情况，太空人都会立刻用密语通知任务控制中心，甚至有消息称，掌管阿波罗计划的火箭之父维尔纳·冯·布朗在世时也暗示过，多次阿波罗任务背后似乎都有某种神秘的地外力量在关注与监控。那么，当事太空人本人如何说呢？多年以后，关于阿波罗11号登月遇到 UFO 的疑问仍不断被提起。据传，阿姆斯特朗本人在一次私下谈话中证实了部分传闻，他透露在月球期间确实看到了难以解释的现象，甚至用了令人难以置信这样的词汇来形容那些神秘飞行器的庞大和先进。他还表示，月球上存在某些外星文明的痕迹，例如基地或城市，而且看起来人类被警告不要再靠近。阿姆斯特朗据说语带无奈地承认，他们的太空船比我们的还优秀得多，体积非常巨大。这句话耐人寻味，仿佛在告诉我们，阿波罗遇上的文明无论技术还是规模都远远胜过地球。此外，第二位踏上月球的太空人奥尔德林也曾在受访时提及，阿波罗11号飞往月球途中曾有一个不明发光体一路伴随。他虽然没有断言那就是外星飞船，但这件事后来被 NASA 解释为火箭残骸反光了事，依然留下许多想象空间。另一位登月太空人阿波罗14号的埃德加·米切尔在退休后更是公开宣称相信外星智慧的存在。他在2008年的一次广播访谈中披露，自己有幸得知，我们其实一直被访问着，外星人早已来过地球，许多所谓 UFO 现象确有其事。他甚至形容那些外星生命可能是一些小个子、外貌对我们而言很奇怪的生物。这些来自太空人的惊人之语，进一步印证了阿波罗任务中存在不为人知的秘密。不仅如此，随着更多阿波罗任务细节解密，人们发现几乎每一次登月任务都有神秘插曲。从1969年至1972年，阿波罗计划共6次成功将12名人类送上月球。据任务记录，阿波罗12号、14号、15号、16号、17号等都在不同程度上遇到了难以解释的现象。例如，太空人在通讯中使用过一些听似无害的代号词汇，来暗指他们在月球看到的异常事物。阿波罗16号任务期间，宇航员提到了代号芭芭拉，而阿波罗17号也用过暗语康拉德酒店来描述月面上某些引人注目的物体。这些词汇乍听之下毫无意义，但据事后透露，这其实是 NASA 事先约定的隐晦说法，方便太空人汇报发现了奇怪的构造物或装置，却不让公众直接听懂。有些任务记录里还出现了类似梯田、城墙、道路、方棚等描述月球地形的词汇。官方解释称，这只是形象的比喻，形容月表天然地貌特征。然而在阴谋研究者看来，这些词其实暗指非自然形成的结构，也就是月球上的人工建筑遗迹。他们推测，登月者可能看到了类似废墟般的平台、阶地、平直墙面，甚至半透明的圆顶结构。尤其城堡一词曾出现在阿波罗照片讨论中，有人声称在一张月表照片的天际边缘，隐约可见一个高耸的塔状物体悬浮在月面上方，看起来就像一座漂浮的城堡。对此，参与阿波罗计划的权威科学家法鲁克·艾尔巴兹博士的一席话耐人寻味。艾尔巴兹是当年阿波罗任务的月球科学计划负责人，他后来承认，并非所有的发现都有对外公布。他曾透露，的确有一些寻找月球特殊事物的秘密行动。在接受采访时，他举例说，曾经在月球的危机之海发现一个巨大的桥状结构。只能说到这里。当被问及那些结构是否可能是外星智慧的产物时，阿尔巴兹虽然没有正面回答，但意味深长地来了一句，一切皆有可能。由此可见， NASA 内部对某些月球异象是知情却三缄其口的。许多 UFO 研究者坚信，在月球背面确实存在一个外星人的基地，各国情报圈甚至使用代号 Luna 来指称它。有传闻说，美国和苏联等国的探月轨道器其实都曾拍下过那座月球基地的蛛丝马迹，只是不对公众公开而已。一些声称从 NASA 流出的照片显示出月表上有疑似废墟般的城市、透明的金字塔、半毁的圆顶建筑、笔直的隧道通道、
巨大的采矿坑洞等等。虽然官方资料看似没有发现任何智慧生物的痕迹，但阴谋论者们坚持认为，那些照片早就被精心挑选与修饰，真正敏感的部分永远不会让世人看到。也许以上种种听起来过于惊世骇俗，让人怀疑是不是人类过度想象。然而，月球本身就有许多未解之谜。首先，月球的起源至今没有定论，各种科学假说都存在难以解释的漏洞。其次，月球总是以同一面朝向地球，自转与公转完美同步，这种现象在太阳系大型卫星中极为罕见，仿佛刻意为之一般。更奇特的是，阿波罗任务期间的一些实验数据甚至引发月球空心说的猜测。1969年阿波罗12号任务结束时，登月舱的下半部被有意撞击在月球表面，结果月球内部的震动回响整整持续了将近1个小时。科学家用像一口巨钟被敲响来形容月球回荡不止的震波。一般来说，实心天体在撞击后震动衰减很快，但月球仿佛有中空的结构，能反复回响。这现象让部分研究者大胆提出，月球或许不是纯天然形成的实心星球，而是一座被挖空的人工天体。甚至有人联想，月球内部会不会隐藏着外星人的巨型基地或设施？对此，主流科学并不认同，认为造成长时间月震的原因可能是月壳特殊的岩石结构和板块碎裂。但不可否认，月球的许多特质至今仍让人困惑不解。还有一个让人费解的问题，为什么人类在登陆数次月球后，突然半途而废，停止了登月计划？阿波罗计划从1969年首登月到1972年阿波罗17号完成任务后戛然而止。此后将近50年里，人类再没有踏上月球一步。要知道，在阿波罗计划初期，美国原本规划了18号、19号、20号等更多任务，然而这些后续任务不是被取消，就是据称改为无人计划。官方给出的理由主要是经费缩减和社会关注度下降，但许多人并不买账。难道真的是因为预算问题放弃如此重大的成就？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人类被某种力量警告或阻止了。据传，阿姆斯特朗曾私下透露过，人类之所以没再登月，是因为我们被警告不要再去了。如果真有其事，那警告来自何方？又为何不让我们重返月球？这背后的原因引人无限遐想。坊间甚至出现了所谓阿波罗18号的传说，一些阴谋论者坚称，在公开的阿波罗17号之后，美国其实暗中又执行过载人登月任务。据传1974年12月，美国有3名太空人搭乘一艘未公开的阿波罗18号火箭，秘密升空奔赴月球，执行一项绝密任务。然而这次任务最终下落不明。谣言说阿波罗18号在月球上与某种神秘的外星物体发生了直接接触，随即失去了联系，3名宇航员就此下落不明。由于不明生物的出现过于惊人，美国高层在震惊之余决定彻底终止阿波罗计划，再也不冒险让人类登月。事后 NASA 对外否认了阿波罗18号任务的存在，强调阿波罗17号之后再无载人登月。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自那以后，不仅美国没有再登月，连当时的太空竞争对手苏联也几乎同一时间戛然而止了他们的载人登月工程。两大强权在登月问题上的异口同声，让人不禁怀疑其中是否另有隐情。有传闻称，若干年后2名 NASA 技术人员曾在资料库里意外找到一卷古老的录像带，内容显示阿波罗18号确实发射并登陆了月球，而且太空人似乎回传了他们在月球上发现生命迹象的情报，只是这卷录像带从未公开，很快又消失无踪，使得阿波罗18号的真相更加扑朔迷离。更奇特的是，阿波罗20号的故事在网际网络时代也掀起过波澜。一位自称参与过阿波罗计划的男子在21世纪初跳出来爆料，美国与苏联曾于1976年联合执行了一次绝密的阿波罗20号任务，目标直指月球背面一个神秘的巨大物体。据他描述，早在阿波罗15号拍摄的月面照片中，就曾在德尔波特坑附近看见一个长达数公里的雪茄形黑影，看起来像是一艘坠毁已久的巨型太空船。阿波罗20号的任务就是去近距离调查这个远古飞船残骸。爆料者声称，太空人登上那艘外星飞船后，
竟在其中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外星人遗体。他形容那是一位女性形态的外星生物，安详地躺在座舱内，似乎已经沉睡了数千年。随着爆料，他还在网络上传了一系列模糊失真的照片与影片，自称是当年阿波罗20号拍摄的影像。一时间，月球远古飞船与蒙娜丽莎外星女尸的传闻闹得沸沸扬扬。然而主流社会后来多半认定这是一场恶作剧，这名神秘男子提供的所谓证据也被质疑是伪造拼接的。即便如此，阿波罗20号的都市传说还是给月球增添了更多诡谲色彩，仿佛在我们触及不到的月背阴影处隐藏着跨越时空的秘密。除了美国的经历，世界其他国家对月球的探索也让谣言不断。譬如197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进行的超能力遥视计划，就将月球作为目标之一。参与者是超心理学界知名的英戈斯旺，他透过所谓心灵远距观测的方式，在意识中探访了月球背面的景象。根据斯旺后来的描述，他的意识仿佛飘到了幽暗的月球另一侧，看见那里有一些人工建造的结构，包括开口的坑道与覆盖透明圆顶的建筑物。他好奇地将意识穿透进其中一座建筑物内部，结果令他毛骨悚然的一幕出现了。建筑里竟活动着几个高大的人形生物，他们的外貌似乎不像人类，身材魁梧。更可怕的是，斯旺感觉那些生物意识到了有人在远处窥视，于是开始警觉地东张西望，试图寻找不速之客的来源。这一刻，斯旺吓出了一身冷汗，连忙中断遥视，结束了这次令他永生难忘的实验。斯旺坚称自己的体验是真实的，并认为月球背面极可能存在外星基地和外星人活动。这项说法虽无法证明，但事后一些解密文件显示，美国情报部门当年对遥视月球基地的结果的确相当重视，这无疑更加深了月球谜团的神秘氛围。另一方面，天文爱好者和科学家们也陆续提供了一些耐人寻味的观测发现。2013年，日本的业余天文团队拍摄月球时，声称在月面上空捕捉到数个巨大的黑色物体高速掠过的画面。据描述，那些黑影每一个长达500到1000公尺，在月球地平线附近以之字形诡异路线飞行，不像是自然天体或人造探测器。虽然这一观测缺乏进一步证实，但许多人联想到了历来报告的月球瞬变现象。从中世纪直到现代，多位天文学家都曾观测到月球表面出现短暂的发光、移动阴影或闪烁。有人认为那可能是月球火山喷气或地质活动，但也有人怀疑其来源并不寻常，或许正是某种智慧生物活动的迹象。另外，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晚年也多次警告人类要谨慎对待外星智慧。他甚至语出惊人地提到，人类不应鲁莽地登陆其他天体，因为我们可能会招惹到比我们强大的外星文明。有谣传说霍金特别提醒过，月球背面很可能存在外星生命，人类贸然前往恐怕有危险。这些声音无形中给重返月球的计划蒙上了一层阴影。难道人类真会在月球上碰上难以对付的邻居吗？值得注意的是，当年阿波罗11号3位英雄归来地球后，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异常举止也被阴谋论者反复提起。按理说，作为史上首批踏上月球的人类，他们理应兴奋自豪、神采飞扬才对。然而1969年，阿姆斯特朗、奥尔德林、柯林斯三人在镜头前却显得表情凝重、心事重重。他们语调谨慎，回答提问时有时支吾迟疑，完全没有完成伟大壮举后的喜悦放松。这异常的神态让现场许多记者和观众都感到困惑。不少阴谋论者事后解读，他们可能背负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因为 NASA 高层警告过他们，不得提及在月球上看到的异常情况。那3张隐忍压抑的面孔，或许说明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恐惧与震撼。有些真相他们不敢也不能公诸于众。随着时间推移，外星人存在从过去的风言风语，逐渐变成许多人愿意接受的可能。越来越多科学界人士公开表示，相信宇宙中绝非只有地球孕育了智慧生命。就连曾任国际太空站指挥官的华裔美籍太空人焦立中，也在演讲中提到，宇宙到处都是生命，只是人类尚未正式发现。可以说，
大众对外星文明真实存在的态度比起几十年前开放许多。然而，月球上的外星秘密依旧笼罩在疑云之中。从阿波罗时代直到今天， NASA 官方始终否认在月球有任何异常遭遇，强调所有任务都一切正常。但在民间，许多人对此说法并不买账。半个世纪以来，无数的传闻、证词与所谓泄露的证据相互交织，勾勒出一幅令人心悸的图景。月球也许并非冰冷荒芜的死寂之地，而是早有他者出没其间。他们或许建立了隐秘的前哨基地，在黑暗中观察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如今，人类即将整装再出发， NASA 已经展开阿提米斯 Artemis 计划，准备在2025年前后重返月球。这次甚至计划建立长期驻留的月球基地。随着发射日逼近，一些好奇的人不禁要问，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如果当年阿波罗太空人在月球上所见的一切都是真的，那么现在我们重返月球时，是否会再度面对那些未知的月球主人？数十年的科技进步能否让我们解开当年未解的谜团？还是说，一切真相仍将被谨慎地掩盖下去？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当新一代太空人踏上月球表面的那一刻，我们才能最终确定昔日阿姆斯特朗他们所惊呼的好多船只究竟是真是假。如果月球上真的有某种存在一直注视着人类，那么这次人类的回归将会是与他们正面相逢的时刻。我们只能拭目以待，期待真相大白的那一天。到那时，答案将决定月亮上究竟藏着什么秘密，是冰冷的岩石，还是凝望我们已久的陌生眼睛。2002年9月9日，美国加利福尼亚的一处街头出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突然挥拳，将一名中年男子打倒在地。这个白发老人不是普通人，他正是人类历史上第二个踏上月球的宇航员巴兹·奥尔德林。而那名倒地的男子则是一位执着的登月质疑者。他刚才手持一本圣经，逼问奥尔德林敢不敢把手放在圣经上，发誓自己真的登上过月球。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奥尔德林没有选择发誓澄清，而是用一记愤怒的直拳作为回应。这个场面通过视频传开后，引发了巨大争议。为什么堂堂的登月英雄不肯对着圣经宣誓证明自己的成就？他为何以拳头相向？难道阿波罗登月的辉煌背后真的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这起事件让许多人重新审视那场半个多世纪前的壮举，以及围绕他层出不穷的阴谋论。巴兹·奥尔德林作为第二个踏上月球的人，一生经历了荣耀与跌宕，背后故事颇为纠结。他有过令人不解的古怪回答，也遭遇过常人难以想象的心理挣扎。如今，在美国准备重启载人登月计划之际，我们不妨深入聊聊奥尔德林其人其事，以及萦绕在人类登月史上的那些传说和真相。奥尔德林的一生从一开始就与月亮结下了奇妙的缘分。1930年1月，奥尔德林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格伦里奇。他的父亲是一名飞行员，曾因机缘巧合与一位姓 Moon 的女士结为伉俪。这位女士正是奥尔德林的母亲玛丽昂·穆恩。因此，当奥尔德林出生时，他的正式姓名里就带有一个艾德温·穆恩·奥尔德林，仿佛冥冥中注定了他与月亮的不解之缘。多年后，他以宇航员身份登上月球，人们惊呼这宛如命运的安排。然而，命运馈赠荣耀的同时，也在他心中埋下了难以言表的阴影。1969年7月，阿波罗11号飞船载着3名宇航员抵达月球，首次实现了人类登月的梦想。指令长尼尔·阿姆斯特朗率先踏出登月舱，在月表留下了人类第一个脚印，激动地说道：“这是我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紧随其后的奥尔德林成为第二个踏足月球的人。当他迈下登月舱梯子的那一刻，眼前是荒凉寂静的月面，他不禁感叹出声：“真是壮丽的荒凉！”在黑暗寂静的陌生世界，地球在天边蓝盈盈地悬挂着。那一瞬，他心潮澎湃无比。随后的几个小时里，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在月面插上了美国国旗，进行了科学实验，收集了月壤和岩石样品。在人类首次登月任务中，奥尔德林完美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成为举世瞩目的英雄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在踏上月球表面之前，
奥尔德林还做了一件颇具象征意义的私人举动。当登月舱鹰号在近海着陆后，他请求控制中心暂时中断无线通话，随后悄悄取出随身携带的小酒杯、葡萄酒和圣餐饼，在月球上进行了圣餐仪式。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长老，他希望以此感谢上帝，让任务顺利完成。据说他在微重力下缓慢地倒出酒液，在那片寂静中默默祈祷。这是人类在地外天体上举行的第一个宗教仪式。NASA 出于谨慎，当时并未向公众实时透露此事，担心引发宗教争议。多年后，真相公之于众，人们才了解到这位登月英雄内心的前进与复杂情怀。登月成功后，奥尔德林和阿姆斯特朗回到地球，美国举国欢腾，万民拥戴。他们受到总统接见，在各大城市巡游庆祝，成为时代偶像。然而，这样的巅峰时刻稍纵即逝。对于奥尔德林个人而言，登月归来的日子却逐渐被无尽的迷茫和痛苦所笼罩。首先，身为第二人的微妙身份让他心里颇为矛盾。虽然同属民族英雄，但奥尔德林发现公众往往只记得阿姆斯特朗这个第一人，对自己的关注和认可远不如对战友那般热烈。有人调侃，教科书上登月照片的主角没有一张是阿姆斯特朗本人，因为举相机拍照的人是他，照片里那个在月球上摆姿势的人正是奥尔德林，但很多人却误以为那是阿姆斯特朗。这种被忽视的感觉令奥尔德林五味杂陈。他曾坦言，自己一直为没能第一个踏上月球而失落。按照任务安排，指令长先下，登月舱驾驶员后下，这无可更改。但奥尔德林心中难免幻想过，如果换作自己第一个走出舱门，会是怎样的荣耀。无奈荣耀属于他人，自己永远是老二。这种心理落差为日后的抑郁埋下了种子。更大的冲击来自家庭与精神层面。在阿波罗11号任务前夕，奥尔德林的母亲玛丽昂陷入了巨大的焦虑和不安中。她既为儿子的壮举感到骄傲，又惶恐自己无法应对随之而来的公众目光。就在奥尔德林入选登月乘组不久，这位赋予他 Moon 中间名的母亲选择了自杀离世。奥尔德林痛失至亲，悲痛万分。在他看来，母亲是不想看到他成名后的种种纷扰，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能否承受儿子即将到来的盛名。这场悲剧发生在登月之前，却像一片阴霾长期笼罩在奥尔德林心头，即使登月凯旋也无法挥散。他内心充满自责和遗憾，母亲之死无疑加剧了他后来的心理挣扎。登月返回后不久，奥尔德林很快陷入了深深的抑郁和迷茫。那些年，他白天带着英雄光环接受欢迎，但内心世界却渐渐坠入黑暗。他在自传中写道：我怎么会在一夜之间从世界之巅变得一无是处，毫无价值，筋疲力尽呢？生活似乎失去了光彩，有些日子我甚至找不到起床的理由。巅峰过后，日常生活反而让他无所适从。为排遣心中的失落和自我怀疑，他开始借酒浇愁。酗酒和抑郁交织，使他的情绪更加难以控制，脾气变得暴躁易怒。他甚至抗拒别人向他提起与登月或者太空相关的一切话题，因为那只会提醒他高峰已过，英雄迟暮，令他更加痛苦。后来，奥尔德林被诊断患上了双向情感障碍，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躁郁症，情绪时而亢奋，时而低落，这无疑加剧了他人生的动荡。成名后的负面影响还蔓延到了奥尔德林的家庭。在登月之前，他与妻子的关系已经趋于紧张，返回地球后的名气与地位反而成为婚姻的沉重包袱。他一度沉迷于社交，应酬中疏远了家人，据说还发生过婚外情，这些都加速了家庭的破裂。1974年，奥尔德林与第一任妻子戴安离婚。他的孩子们虽然为父亲感到自豪，但他们更渴望在生活中保持匿名的普通人身份。长子因为家庭的变故和外界压力变得固执好争，还出现了慢性头痛等健康问题。这些家庭不幸更让奥尔德林深感内疚和迷失。1972年，随着阿波罗计划宣告结束，深感迷茫的奥尔德林以空军上校军衔退役，脱下宇航服，回归平凡生活。然而，英雄归来的现实远不如想象中美好。曾经为登月奋斗多年，一朝功成后，他却陷入了然后呢的巨大空虚。抑郁症和酗酒持续折磨着他的人生。
在最黑暗的时刻，奥尔德林甚至有过自杀念头。他曾在回忆录中坦诚，自己开车时不止一次想过猛打方向冲出公路，就此解脱。所幸在亲友的关爱和帮助下，奥尔德林最终还是走出了绝望的深渊。他下决心戒酒，接受心理治疗，并积极寻求重建生活的途径。逐渐的，他重新拾起了生活的热情。后来，奥尔德林与第二任妻子重组了家庭，又过了几年平静日子。他开始在公众面前敞开心扉，讲述自己作为英雄背后的人生低谷，希望以此帮助那些与抑郁症和成瘾做斗争的人。上世纪70年代末，他出版了自传《归途》，坦率描述了自己从月球归来后与抑郁和酗酒搏斗的经历，让世人了解到英雄的另一面。重新振作起来的奥尔德林没有选择隐退，而是再次投身他热爱的航天事业宣传。他成为太空探索的积极倡导者，经常在媒体和公共场合发表对未来太空计划的独到见解，特别是他对载人火星探索抱有极大热情，提出了著名的奥尔德林火星循环轨道方案，规划宇宙飞船循环往返地球与火星，以降低航行能耗成本。他四处奔走，呼吁全球关注火星。他常说，月球不是人类探索的终点，而只是起点。这句话既是对世人的鼓舞，也是对他自己的一种鞭策。在漫长的后半生里，奥尔德林努力将个人的痛苦转化为推动人类前进的动力，为太空事业贡献余热。然而，无论奥尔德林本人如何奋力谱写新篇章，在大众眼中，他永远绕不开的标签始终是登月第二人。偏偏围绕那场伟大壮举本身，多年来滋生出的种种质疑与阴谋论，又为他的声誉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对于那些深信阴谋论的人来说，奥尔德林以及其余所有登月宇航员都成了骗局共犯，而奥尔德林拒绝对着圣经发誓，甚至挥拳痛击质疑者的行为，更被他们解读为心虚和此地无银300两。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早在阿波罗登月的黄金年代，就有人对官方的登月叙事表示怀疑，但真正让登月造假说发扬光大的，是一位名叫比尔·凯辛的美国作家。在阿姆斯特朗迈出人类一大步的7年后，1976年，凯辛自费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标题耸人听闻，我们从未登上月球，美国300亿美元的骗局。这本不足100页的小册子，却引爆了此后几十年甚嚣尘上的登月阴谋论浪潮。凯辛并非航天专家，50年代他曾在加州一家火箭发动机公司当技术文员，仅仅是因为亲眼见过一些航天文件，他就自诩知情者。在他的书中罗列了许多他认为不合理的疑点，比如月球照片上为什么看不到星星，插在月球表面的美国国旗为何在飘动，奥尔德林站在阴影里却像被探照灯照亮一样清晰，还有某些照片里的相机十字准线仿佛被前景物体遮挡住了，等等。凯辛声称这些都是 NASA 造假的明证。他断言 NASA 和美国政府根本没把人送上月球，那不过是一场耗资300亿美元的大骗局。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正经历信任危机，先有越战真相和五角大楼文件的曝光让政府威信受损，后有1972年的水门事件导致尼克松总统黯然下台，公众对权威的信心跌至低谷，于是阴谋论开始大行其道。凯辛的登月骗局论正好踩在这个点上出现，使得原本只属于少数人的荒诞想法逐渐扩散。几乎凭一己之力，凯辛为后来无数登月质疑论者树立了一个范本。凯辛开了头以后，接下来许多年，大众对阿波罗登月的质疑从未真正停息，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各种找茬贴满天飞，让不少对历史不熟的人信以为真。那些登月阴谋论的经典疑问，甚至丝毫不逊于阿波罗计划的真实故事本身，广为流传。我们不妨挑出其中最著名的几个，一一来看。疑点1：月球照片中为何看不见星星？阴谋论者说，在没有大气的月球上，天空本应漆黑而布满繁星，宇航员在月面应该清楚可见繁星点点。然而所有阿波罗拍摄的照片和影片中，天空都是黑乎乎一片，看不到一颗星星。甚至宇航员在返回后接受采访时也提到，当时他们并未注意到星星的存在。
这被质疑者视为 NASA 造假的重大漏洞。他们在摄影棚里拍摄伪造登月场景时，忘了把星星加进去，以致穿帮。其实，这个现象完全可以用摄影曝光原理解释。阿波罗11号登陆时正值月球的白昼，阳光强烈，宇航员在月面活动时所处环境非常明亮。相机为了拍清处于阳光下的宇航员和月面，被调到了低感光度、短曝光时间。这种设置下，明亮的物体拍得清楚，但暗弱的星光根本无法在胶片上成像，因此照片呈现出漆黑的天空并不奇怪。就连宇航员肉眼看也很难在阳光照射下的月球表面看到星星，类似我们在白天或灯火通明的城市夜空中看不见星星一个道理。换句话说，星星确实在那里，只是被更强的光线掩盖了。电影作品往往为了美观，会在太空背景加上漫天繁星，实际上那并不符合人在明亮环境下观察星空的真实情况。所以照片无星恰恰证明了 NASA 如实记录了宇航员在月面所见，而不是所谓的穿帮。疑点2：月球上的美国国旗为什么会飘动？阿波罗11号的影像中，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在月球插旗的一幕让很多人印象深刻。有细心的观众发现，当2位宇航员将美国国旗插入月壤，调整旗杆角度时，旗帜似乎在晃动。静止的照片里，国旗甚至呈现波浪般的褶皱，仿佛在太空中迎风招展。阴谋论者据此断言，月球上没有大气，旗帜却在飘，这只能是在地球摄影棚里有风把旗子吹起来了。这个疑问看似有理，其实是一种误解。首先， NASA 为了在无空气的月球也能让国旗展开，设计了一根 L 型的旗杆，横杆将旗帜顶边撑开。由于国旗在地球上折叠存放过，布料上留下了许多褶皱，这些褶皱展开后，在无风环境里会保持波浪状，看起来像飘动的样子。静态照片正好捕捉了这种效果，但并不意味着旗子在动。至于在视频中旗帜晃了1、2下，那都是宇航员在插旗或旋转旗杆时自身的动作导致的。在真空环境中，旗帜一旦被晃动，会持续摆动更长时间，因为没有空气阻力来快速阻止它。不过视频显示国旗晃动很快就停止了，并没有像在地球空气中那样不停飘扬，这证明它并不是被风吹，而只是受力后在真空中自由摆动了几下。因此月球上国旗飘动完全符合物理规律，并非造假破绽。疑点3：宇航员在阴影中为何还能被照亮？有一张经典照片，画面中奥尔德林站在登月舱阴影里，阿姆斯特朗在阳光下为他拍照，但照片里奥尔德林全身清晰明亮，好像有额外灯光打在他身上。阴谋论者认为，月球上只有太阳一个光源，按理阴影里的物体应该黑乎乎才对，如今照片却那么亮，肯定是 NASA 在摄影棚里用了补光灯。事实上，月球环境的光影并非截然分明的黑与白，虽然太阳是主要光源，但月面上有许多反射体，月球土壤本身颜色浅，能反射部分阳光。登月舱的金属外壁，宇航员的白色宇航服也都会将阳光散射到周围。照片中，奥尔德林处在登月舱的阴影区，但他周围地面的月尘、阿姆斯特朗身上的白色宇航服等，恰好充当了临时反光板，给他补上了一些光线，使其不至于漆黑一团。再加上宇航服材料有一定反光性，哪怕很微弱的光也能被反射出来，所以照片里看见奥尔德林在阴影中仍然清晰可辨，并不需要假设什么神秘光源，这只是光的反射原理造成的效果。疑点4：为什么登月照片里的十字准线有的似乎跑到物体后面？登月宇航员使用的照相机里有一块刻有十字刻度的玻璃板，拍摄时每张照片上都会留下多个黑色的十字准线标记。然而有人发现，某些官方公布的照片中，白色宇航服或月球车之类的亮白物体前缘仿佛盖住了部分十字线，导致十字线不完整，这给了阴谋论者灵感。他们声称 NASA 在照片中临时加上了一些道具，所以才把原本应该在最上层的十字线压在了下面。这种说法其实是胶片冲洗及复制过程中产生的错觉。由于那些十字线又细又黑，当照片出现过曝时，
强光区域会使胶片上的黑线局部变淡甚至消失。如果再经过多次复制，有些细线更不清楚，造成看起来像被掩盖的假象。NASA 解释说，在所有原始底片上，十字刻度线都是完好无损的，只有在某些曝光过度的拷贝图片上，细线才会因为亮白物体的强光而消失不见。所以，所谓十字线被挡住，其实是底片过曝和复制损耗导致的，并不是照片被篡改了。疑点5，一张照片中不同物体的阴影方向不平行，是否意味着有多重光源？阴谋论者在一部2001年的电视纪录片中指出，有张阿波罗任务的地面照片里，前景的岩石阴影和远处宇航员的阴影方向明显不一致，像是近距离灯光照射的效果。他据此认定，登月场景用了多个探照灯照明，所以阴影杂乱。这个疑点乍听起来挺玄乎，但其实与日常生活中的透视现象类似。想象我们站在笔直的铁轨中央，向远方望去，两条铁轨在视野里会逐渐靠拢，看起来并不平行。照片也是如此，从相机所在角度看，地面上本来平行的阴影可能因为透视关系显得不平行。另外，月球表面高低不平，坑坑洼洼，不同坡度上的阴影投射方向也会发生变化。如果能够从垂直上方俯视，那些阴影其实仍是平行指向同一方向太阳，只是从侧面看过去，它们因为地形起伏显得角度各异。这完全可以用摄影透视和地形因素来解释，无需假设什么多光源造假。疑点6，宇航员如何穿越致命的范艾伦辐射带？阴谋论者还常提出一个看似严重的问题：地球附近存在强烈辐射的范艾伦辐射带，人类飞船根本无法安全通过，宇航员会被致命辐射烧死。所以他们断言阿波罗飞船不可能真的飞向月球。但事实上，美国航天专家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制定了应对方案。范艾伦辐射带分为内层和外层两部分，内层辐射强度极高，外层相对较弱。阿波罗飞船发射后采用了特定轨道，避开最危险的内层区域，从辐射较弱的地带高速穿过。在穿越期间，宇航员所受辐射剂量总量并不大。据统计，整个阿波罗任务期间，宇航员平均累计受到的辐射剂量不过几雷姆，远低于人体全年可承受的安全剂量上限，对健康没有造成明显影响。因此，所谓无法穿越辐射带只是夸大其词。如果当年辐射真那么可怕，阿波罗宇航员不可能安然返回，并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大多健康长寿。历史事实是，所有执行登月任务的宇航员都平安完成了使命，之后也并未出现因辐射导致的严重疾病。显然，他们并未遭遇传言中的致命辐射。以上列举的是流传最广的几个疑问。事实上，阴谋论者能找茬的所谓破绽远不止这些，但几乎每一点都可以用基本的科学常识解释通。这些看似刁钻的质疑，其实往往暴露出提出者对物理、摄影等基础知识的匮乏。遗憾的是，当谣言传播的比真相更快，当阴谋论的声音缺少及时有力的辟谣对冲，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受到误导。就这样，经过多年发酵，本应啼笑皆非的挑刺闹剧，竟让荒诞的登月阴谋论在一些人中流行起来。随着时间推移，登月造假之说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不断推陈出新，衍生出各种离奇版本。在某些阴谋论者笔下，好莱坞和 NASA 成了同盟。有人声称 NASA 在内华达州神秘的51区基地里秘密拍摄了登月影片，还有人胡编，称 NASA 和迪士尼公司合作制作了登月的假证据。更有甚者，把著名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牵扯进来，因为库布里克在登月前一年拍出了以真实太空视觉著称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阴谋论者便认定是他导演了 NASA 的整个骗局，并且说库布里克和科幻小说家阿瑟·克拉克都是阿波罗骗局背后的真正编剧和顾问。在这些人眼中，影史经典的科幻巨作反倒成了揭露人类最伟大成就，不过是一场世纪骗局的线索。对于这些荒诞说法，阿瑟·克拉克听闻后仅付之一笑。他甚至写信给 NASA 主管打趣道，自己居然没拿到应得的编剧费用呢。可以看到，在少数阴谋论者眼里，
一切伟大成就背后都可以编织出阴谋故事。面对这些声音，多数曾亲历登月时代的人只会莞尔一笑。然而，阴谋论的迷人之处在于，它迎合了某些人对权威的不信任和对猎奇故事的兴奋心理。即便 NASA 和科学界已经给出大量证据，铁了心相信阴谋的人依然会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正如一句谚语所说，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对于这些阴谋论者，登月宇航员们的心情更多是无奈，甚至愤怒。想想看，40万工作人员夜以继日的努力被一笔抹杀，3位宇航员拿生命冒险却被说成演戏骗子，确实令人生气。但绝大多数时候，官方和宇航员们都选择克制地用事实说话。奥尔德林的战友第一人尼尔·阿姆斯特朗一向沉默寡言，很少公开回应阴谋论，但他在1994年的阿波罗登月25周年纪念活动上，曾对在场的年轻学生意味深长地说道：大众总是喜欢各种阴谋理论，有的确实颇有吸引力，但这从来不是困扰我的问题，因为我知道，总有一天会有人再次踏上月球，把我留在那里的相机带回来。这句话颇有深意，一方面，他相信登月是真实，经得起任何检验；另一方面，他也对未来重返月球充满期待。其实，随着科技进步，人类已经找到了诸多独立证据来证明当年登月的真实性。首先，阿波罗各次任务共带回约382公斤的月球岩石和土壤样本，这些样本的成分特征与地球完全不同，其中所含的同位素比例、缺乏水分的程度、常年暴露在宇宙射线下的痕迹等，都和无人探测器采集的月壤样品一致，绝非地球来源物质，可有效排除造假可能。其次，阿波罗宇航员在月面布置的激光反射镜阵列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地球上的科学家通过向月球发射激光并接收反射信号，精确测定地月距离。这些反射镜装置只能由人亲手放置，而且其存在已被包括美、俄、中在内的多个国家观测证实。再者，近年来各国发射的月球探测卫星也拍摄到了阿波罗登月遗留的痕迹。美国的月球勘测轨道器 LRO 在2009年拍下了阿波罗登月点的高清照片，可以清晰看到登月舱底座、宇航员走动的足迹等实物。此后，印度的月船2号和中国的嫦娥系列探测器也先后探测到阿波罗遗迹的踪影。当年的冷战对手苏联更是对阿波罗飞船往返月球进行了全程监控。在那个彼此敌对的时代，苏联从未指责美国登月造假。试想，如果有半点破绽，苏联一定会抓住机会大肆揭露，以打击对手。但事实是，苏联官方始终承认阿波罗登月的成功。这一系列坚实的证据都在提醒世人，登月并非骗局，而是真真切切的历史。是的，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人类从未停止仰望和追寻月亮的脚步。阴谋论者可以否认过去，但无法阻挡未来。当今，多个国家正积极筹备载人登月的新计划。美国 NASA 已经启动了新一轮的阿尔忒弥斯登月计划，预计在2025年前后将再次把宇航员送上月球，开启人类新的探月征程。这一次将有首位女性和有色人种宇航员踏上月面，创造新的历史。与此同时，中国也公布了载人登月的时间表，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的首次登月。在不远的将来，月球上将重现人类的足迹，而且这一次会有更加先进的摄影设备和通讯技术，全世界的人都可以通过高清直播亲眼见证。这将是对半个世纪前那场壮举的最好致敬，也是对真相最有力的巩固。当新一代探索者踏上月球，回访近海基地，拍下当年遗留的登月舱和国旗，看见宇航员的脚印依然印在月尘中，那一刻应该足以消解所有的质疑事实，胜于雄辩。亲眼所见定能让人信服。当然，依然可能有人执迷不悟，声称新的登月也是骗局，或者认为即使有遗迹也可能是机器人放的。对于这种偏执，恐怕任何证据都难以令其改变想法。但对于更多目睹新登月时代开启的人来说，阿波罗11号的故事将不再只是书本上的传奇，它会和现实融为一体。曾经看似神话般的壮举，会在当代得到重演和超越。
人们终将明白，人类50多年前确实到达过月球，而且正在再次出发。回望巴兹·奥尔德林波澜起伏的人生，他见证过人类首度离开地球，登临异星，也体验了荣誉背后的孤寂和质疑。他拒绝在圣经前发誓，并不是因为心里有鬼，而恰恰是因为对自己的光荣使命无愧于心，不屑于用迎合阴谋论者的方式去证明真相。他愤然出拳，是在捍卫真相与荣誉，也是在抗议那些偏执的诽谤。在漫长的一生中，他曾陷入自我怀疑的黑暗，也曾饱受流言侵扰，但最终他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坚毅。他重新振作，为人类探索太空继续奔走呼喊。今天，当我们站在新一轮登月征程的起点，再回首半个世纪前的壮举，也许更能体会其中的震撼与艰辛。阿波罗登月之所以让人难以置信，正因为它太伟大、太超前，以至于有人宁愿相信那是一场骗局。然而，正是像奥尔德林、阿姆斯特朗这些真实存在的英雄，用勇气和智慧将人类的足迹留在了月球，他们让传奇成为了现实，而不是虚构。那些阴谋论不过是少数人出于种种心理编织的幻想，终究无法否定铁一般的事实。在探索未知的道路上，每一次人类的突破都难免伴随疑虑与争议。质疑本身并非坏事，它可以促使我们更加严谨地审视证据，完善技术。然而，当质疑陷入无视证据的偏执，就变成了谣言与阻碍。登月真伪的争论映照出大众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的重要性。在信息纷杂的时代，我们尤需练就独立思考、明辨是非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不被荒诞的阴谋论牵着鼻子走，才能真正欣赏人类伟大成就背后的勇气与智慧。最后，再回到开篇的那个疑问，第二个登上月球的人为什么不敢对着圣经发誓？现在或许已经有了答案。奥尔德林不是不敢，而是根本没必要。对于踏上月球的宇航员来说，他们用脚步和生命写下的历史，无需以任何形式的赌咒发誓去证明。那一拳其实就是他的回答。质疑可以有，但无端的侮辱不值一驳。真相不怕质疑，谣言终将自灭。当未来的人们再次登月，揭开层层真相的保护层，将我们先辈留下的相机拾起带回时，一切谣言都会烟消云散。届时，人们会更加敬佩那些在质疑中仍坚定前行的先驱者，更加明白真理有时需要时间来证明，让传奇回归真实，让谎言灰飞烟灭。这就是留给后世最好的答卷。